这是一档荒野求生的节目，只要在荒野生存3个月，就能瓜分3000万大奖。30万人报名，却只有20人获得了参赛资格，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3个月前母亲被检查出了肾衰竭，医生告知我需要几十万的治疗费用。但我刚刚大学毕业，不可能弄到这么多钱。恰好遇到荒野生存节目组正在选拔参赛选手，于是我就成为了他们的一员。这次荒野生存挑战的地点在神农架的原始大森林里面，中午12点整准时直播。大家好，我是本场节目的主持人白林露，我是主持人蔡坤。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导播直播，大屏幕内还有20名选手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自己支持的选手，等待他们开播以后，大家可以进他们的个人直播间观看哦。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本场的特邀嘉宾埃尔德，外号德爷。德爷一登场，直播间人气直接达到了800多万。德爷可是在荒野求生领域上的标杆级人物，他会负责解答观众朋友们的问题。标杆级人物谈不上，我只不过在荒野求生的领域比他们走得快一步罢了。德爷，你太谦虚了，话不多说，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进入选手的视角吧。画面一转，我正顺着直升机绳索到达地面。好了，最后一名选手已就位。接下来我向大家讲述下本次荒野生存的规则。20名选手将会被分散在无人区的各个区域，节目组会免费给大家提供防水布、睡袋以及急救箱，并且大家还可以自由选择另外5样求生工具。本次荒野生存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坚持1个月就可以获得50万奖金。坚持2个月可以获得200万，坚持3个月可以获得500万大奖，而超过3个月，选手每多生活1周，可以额外获得100万，直到3000万奖金瓜分完毕。话音刚落，所有选手就被依次带往不同的区域。等到我要被带走时，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荒野直播系统绑定，新手大礼包发放，是否打开？我愣了愣，这系统是什么东西？我尝试性的点击了打开。恭喜获得专家级狩猎技能、专家级烹饪技能、专家级攀岩技能等等一系列求生知识全都传输到了我的脑海中，随即又出现了我的人物数据。注意，括号内是成年男性正常数值。我身体有这么差吗？不过系统那个人气值是什么？人气值可以通过直播获得，可用于抽奖或者商城兑换。我看了看商城，里面有着各种求生装备，还有属性点、技能升级卷轴等等。我懂了，那抽奖是什么？10万人气值抽奖1次，可获得随机奖励，不过抽奖也会带来不好的奖励哦。宿主，请开始你的荒野求生之旅吧。话音刚落，我就被传送回了森林。我只要看着周围的植物，信息就自然的浮现了出来。一点红，具有清热消炎的功效，可服用。碎米剂，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A， 可食用。这系统也太给力了吧！我感觉我能在这待上半年了。此时主直播间评论区已经炸锅了，你们这哪是荒野求生节目？给选手那么多物资，我怎么感觉是来度假的？就是啊，我上我也能行。德爷看到评论区的键盘侠，这才明白节目组为何邀请他来解说，外行人根本不懂其中的难度。随即德爷化身科普小能手，一番解说下来，观众们才明白这其中没那么简单。这片区域气候复杂，时不时会下暴雨，没有防水布和睡袋，很多人连第1晚都过不去，更别说还要生活、找食物、找水源等问题了。并且这可是原始森林，除了要提防各种大型动物外，还要小心周围的植物，要是误食一株，都有可能让你退出比赛。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用无人机看看选手们现在在做什么吧。荒野求生第1天，我采摘野花野草，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殊不知我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能够识别出各种植物的成分。我的天，这才第1天，这男人已经饿到吃草的地步了吗？德爷，你说他是在做什么？蔡坤抢答道：采些野花能做什么？我看这家伙80%想要放弃比赛了。随着蔡坤的发声，几百条弹幕弹出。男神坤坤预言帝说的太对了。不会吧，才落地10分钟就要放弃了吗？而我还沉浸在获得荒野直播系统的兴奋中。苦大黄富含碳水化合物，食用过多会导致肠胃不适。紫藤草有毒。这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让我在森林中如鱼得水。原本我最大的愿望只是生存1个月，但在此刻我已经拥有了更大的野心。生存1个月，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获得系统的男人了。天色不早了，
先找个营地住下来吧。这时，我的卫星电话响了。啥情况？节目组为啥给我打紧急电话？另一边直播间内，蔡坤拿出一张资料，里面记录了落雪的基本信息，还有生存目标。蔡坤不屑地笑了笑，生存1个月，这家伙还真能吹呀。不过恕我直言，以他这种采野花的心态，别说1个月，生存1个星期就算我输。坤哥哥也太看得起他了，参赛选手中他是年龄最小的，哪里吃得了野外生存的苦啊？别说1个星期了，过不过得了，今晚都难说。此时的弹幕全都是嘲讽的声音。主持人白林路看向德爷，德爷你怎么看？德爷犹豫了一下，说道：“我看这个小伙是在收集食物。收集食物？我猜应该是的。不过我是生存专家，而不是植物专家。但我认得其中的一种是可以吃的。原来是你猜的。”蔡坤觉得有些好笑。我们去看看他的直播间，不就知道了。说着，蔡坤就要在落雪的个人直播间询问什么情况。这小伙子竟然还没开直播间。虽然导播间可以通过无人机随时观看选手直播，不过选手只能看到自己的直播间的弹幕。我接起了电话，觉得有些好笑。他们这个紧急电话竟然是告诉我忘记开直播了。在节目组的指导下，我也是顺利开启了个人直播间。直播间刚打开，3位主持人就进来了，紧随其后的是呼啦啦的一堆人。直播间短短2分钟内人气就突破了10万。我只是忘记开了直播而已，10万人气值就这么轻松达成了。我微笑的朝无人机挥挥手。德爷好，2位主持人好，欢迎大家。别废话，你刚刚采的那些野花呢？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听这语气，眉头一皱。虽然对方是当红明星，但是我是来参赛的，不是来当仆人的，怎么还命令我呢？我无视了蔡坤的弹幕，微笑的问道：“大家想看吗？”磨磨唧唧的，我家坤坤说让你拿出来你就拿出来，就是几根破野花而已，跟宝贝似的。别吵了，主播给大家说说。刚刚蔡坤说你这是要放弃比赛，不过我感觉你采这些野菜肯定有用。我笑容收敛，我知道直播间中某些人是跟着蔡坤来搞事的。我采这些植物自有用途，绝对不是某些目光短浅的人说的那样。我现在准备去找营地了，大家如果想知道，晚点我抽空给大家详细说说。然后我挑了挑眉就转身离开了。导播间内，蔡坤脸色僵硬，目光短浅，竟然有人敢这么说我。这小子只是个普通人，我可是明星啊！这小子完蛋了。荒野求生第1天，我抬头看了看天空，竟就能说出当时的时间，只因我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获得了大量的荒野知识。竟然这么准，主播你不科普一下吗？人体时钟，我也想学。这些是初中课本上都有的知识，大家还是好好学习去吧。其实，在看到太阳的一瞬间，我大脑中关于蓝星自传的知识，经过一系列计算，时间就自然跳出来了。不过我不可能和别人说我是脑子计算出来的吧，所以别问，问就是蒙的。另一边导播间内，蔡坤冷哼一声：“可恶，又被这家伙装到了。我看他大概率是猜的。别看他了，我们看看其他选手吧。”3位主持人离开后，我的直播间人数直接少了90%，但我丝毫不在意。毕竟我现在是拥有系统的男人，只要不断探险，在荒野求生绝对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我边赶路边向观众朋友说明荒野求生的4大要素：食物、水源、火、庇护所，缺一不可。我要做的第1步就是寻找水源。切，寻找水源有啥好看的？兄弟们，我先去其他选手直播间看看了。类似的弹幕发出，直播间的人数再次锐减。此时导播间大屏幕上一个青年正在钻木取火，而德爷却是摇了摇头。德爷，他钻木取火的方式不对吗？不是的，你们知道荒野生存中4个要素什么最重要吗？难道不是一样重要吗？不对，想要在荒野中长期生存，这4个要素确实缺一不可。不过在不同的环境，这4个优先级也不同，这也是所有参赛选手现在面临的第1个挑战。德爷说完，观众们都沸腾了。真正的荒野挑战终于开始了。可怜的贾晨运啊，我要去提醒下他。楼上的别想了，提醒不了。他的直播间内关于荒野的关键词都被过滤了。这时蔡坤又是一顿分析。这么说的话，选手应该先搭庇护所，这样就可以防止丛林里动物的骚扰。坤坤也太厉害了吧！我爱你，坤坤。蔡坤被评论区夸得有点飘飘然，然而德爷却是一脸嫌弃。这家伙什么都不懂，节目组为啥会邀请这样的人来担任嘉宾？德爷心中吐槽了一句，随后解释道：“我也不绕圈子了，他们现在面临的第1个挑战是寻找水源。
话音刚落，我直播间内顿时又涌进来一大批人。主播，我又回来了。嘿，你们刚刚不是说寻找水源不好看吗？我现在发现找水也挺有意思的，而且主播的想法竟然和德爷一样，有点东西哦。我冲着镜头笑了笑道：野外想要找到水源方法有几种，第一，寻找一处制高点进行观察，有水的地方植被都比较茂盛。第二，向低洼地走，用耳朵聆听。我一边科普荒野的知识，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突然，我找到了2块黝黑的石头。大家看看，我找到了个好宝贝，找到它说明我们离水源不远了。德爷等人发现有人要找到水源了，纷纷涌入了我的直播间，随即人气值再度飙到了20万。落雪选手，你知道这2块石头有啥用途吗？这2块石头其实是石头萤石的一种变种，叫做龟之岩。太坤噗呲一笑：你就装吧，你就说有什么用就行。这石头学名叫做碎石。太坤一脸懵，碎石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当落雪说出碎石时，稍微懂点野外知识的人就能知道这石头有啥用了。可偏偏太坤连碎石的字都打错了。太坤，你别说话了，碎石可以用来生火的。对了，之前是谁说我生存不过1个星期的？那人还敢不敢再说一遍？顿时太坤感觉脸被人狠狠地抽了一下。小丑竟是我自己。我参加荒野求生，采摘野花野草，却被主持人太坤疯狂嘲笑。殊不知我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能够识别出各种植物的成分。没多久我就找到了河流，我观察四周发现没有危险后，就趴在地上喝了一大口山泉水，然后就向观众解释，在野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算是山泉，大家也要记得煮沸饮用。说罢我再次趴下猛喝了一口。大家不要学我啊，接下来我要先收集一些干柴，准备生火了。然后我走到河流不远处的山崖底，准备就在这扎营。我进入系统查看人物数据，人气值已经存了30万了。系统打开抽奖，10万人气值抽奖1次。温馨提示：抽奖有风险。上天啊，请赐予我好运吧！恭喜宿主抽中专家级生火技能。继续抽。抱歉，什么都没抽到。抱歉，什么都没抽到。我30万人气就只抽到生火技能。接下来我就去附近收集柴火去了。另一边，主持人们被这位冯里选手惊呆了，他年龄竟有66岁，职业是猎人。短短5个小时里，他的人气已经达到了20万。他不仅是20位参赛选手中第一个寻找到水源的，还是第一个生火成功的。现在冯里更是搭建好了一个简易的营地，高手在民间啊！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真的强！就连德爷都直言冯里的野外生存经验不输于自己。现在冯里已经提着弓箭去寻找猎物了。此时我已经收集好木材，返回的途中还找到了一节枯木，运气太好了，今晚有吃的了。听到这话，立马有观众反应了过来。这枯木上有很多小孔，主播不会是要吃虫子吧？主播不要啊，我正在吃饭呢。我没有理会弹幕，直接徒手将虫子抓了出来。这种虫子名为柴虫，也叫豆米虫，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从古代开始，就已经有人以这种虫子为食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完，我一口将其送入嘴里，还不错。说实话，和蜂蛹差不多。主播是个狠人，在下佩服。主播吃一只看不过瘾啊，多来几只。我笑了笑，剩下的还是烤熟吃吧。我刚刚就是给大家示范性吃一只。然后我就带着木材返回了营地。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拿出一块碎石，然后用刀背快速的敲击。没一会儿，浓烟升起，木材就燃了起来。火生好后，我准备去附近砍点树木，用来搭建今晚休息的住所。砍倒3棵树木后，我对着镜头说道：“这3棵树木应该已经够了，现在还有些时间，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确保安全。”可当我走到河流附近时，竟发现地面上有野兽爪印。观众们看到这些脚印都提心吊胆的。主播，这是什么野兽足印？你知道吗？这些爪印都很深，想必野兽个头不小。主播还是打电话退出吧。但不知为何，我心跳却加速了起来。这种感觉不是害怕，而是兴奋。大家先别慌，我看这些脚印大概率是犬科动物，而这片森林犬科动物有2种，一种是狼，一种是猎狗。我猜这应该是狼的足迹，而且还是3只。主播心真大，换我早就被吓跑了，还有闲心在这分析。我听说肉食动物都有自己的领地，我劝主播还是换个地方扎营。另一边导播间内，蔡坤却有些幸灾乐祸。看来我们的落雪选手遇上麻烦了，看你小子还跟我狂。
荒野求生第一天，我采摘野花野草，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殊不知我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能够识别出各种植物的成分。我刚砍完树，准备搭建营地，却发现附近竟有狼的足印。现在我大概率闯进了狼群的领地，如果盲目行动，只会让我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于是我原路返回，这个木头也不打算要了，而是拿了几根藤蔓回到营地。蔡坤这才发现落雪竟还没有搭建庇护所。我们的落雪选手今晚没有住的地方，大家猜猜狼群会不会发现这个小家伙呢？白林路担忧道：德爷你怎么看？落雪能依靠火堆度过今晚吗？德爷摇了摇头，很难。白天选手们体力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夜晚是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可是落雪运气太差了，第一晚竟就碰到了狼。另一边我竟毫不在意地做起了烧烤柴虫，然后在背篓里拿出一个平底锅，放在火上，并倒入一些水。等待水开后，我就拿出白天收集到的3种植物。这些花草和柴虫就是我今晚的美食了。这时德爷进入我的直播间。落雪选手你好，你手中的几种植物，我只认识车前草1种是可以食用的，另外几种你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吗？德爷可是顶尖的求生专家，竟然向落雪虚心请教。同样是明星，蔡坤和德爷差的不是一个档次啊。我笑了笑，解释道：这是车前草，刚刚德爷也说了，这是碎米荠，营养价值丰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糖类。最后一个叫做一点红，也是可食用的。导播间内德爷暗暗将2种不认识的植物牢牢记住。原来我每次挨饿不是没有原因的，活到老学到老啊。这时蔡坤也进入我的直播间。德爷，你别被他忽悠了，这些野菜说不定是他胡编出来的。难道他说的有什么不对吗？当然不对，他之前说的碎米荠里有脂肪，这不是胡说是什么？神农架有2万多种植物，就是植物学家在这里恐怕也说不全。我就不信他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难道比植物学家还要了解植物不成？所以他肯定是瞎编的。感觉蔡坤说的有几分道理啊。难道落雪真的是个骗子？等等一系列质疑的弹幕出现。这时一个老者发话了：植物学方面的知识，我们植物学学者可没有说落雪选手说的不对，主持人和选手之间有矛盾，请不要把植物学扯进来，任何知识都是神圣的。点开这个人的账号，发现是被认证过的植物专家，名叫梁平山，对神农架野生植物具有20年研究经验。梁教授的意思是落雪选手说的是对的吗？网上就能查到碎米荠，和落雪说的一模一样。坤坤质疑别人前，先自己查查吧。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某些人没有。蔡坤又一次灰溜溜的离开了直播间。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我可是明星啊，怎么可能和一个普通人道歉？而此时我已经将菜煮好，虫子也熟了。今天就将就下，我先吃了，大家随意。吃饱喝足后，我发现直播间人气值竟然到达了50万。主播今晚你想好睡哪了吗？是啊，附近有狼群，你不怕吗？大家不要担心，我自有妙计。然后我从背篓中拿出了防水布，再用藤蔓进行一系列的编织，没一会儿，一张吊床就完成了。妙啊，这个选手是个人才，我怎么没想到呢？德爷，你知道他准备怎么做了吗？落雪选手是不是准备将床搭在树上？德爷说的没错，将床吊在树上，这样就不用担心狼群了。此时蔡坤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怎么每次我都斗不过落雪？不会，不可能，我不相信。荒野求生第一天，我采摘野花野草，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殊不知我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能够识别出各种植物的成分。今晚我制作出来了一张吊床，这样就不用担心附近的狼群了。接下来主播是不是要秀一下猴子上树呢？爬树对参赛选手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只需要用滑轮原理就行。我找来一棵大木头和一节树桩，然后将藤条绑在木头的末端，并把木头靠在大树上，另外一端就绑上树桩和吊床。此时观众们纷纷猜测我用什么方法上树，大家不用猜了，等下就知道我咋上去了。我刚背上背篓，就有观众又问了：主播和我们介绍下你的5件求生工具呗，我太好奇了。对啊，不提这茬我还忘了，主播说说吧。面对热情的观众，我点了点头。第一件就是我今天使用的斧头，还有一套鱼竿、平底锅、手工具以及5米长的金属线。鱼竿，主播以后难道要以钓鱼为生吗？为啥不选弓箭呢？这里陆地动物更多呀，主播难道不会用吗？对于拥有专家级狩猎技能的我，别说是弓箭了，就算制作出来都可以。我笑了笑回道：我这次没有带弓箭，
大家以后只能看到我钓鱼了。不过我带的金属线是专门设计陷阱用的。那主播能说说，你觉得你能在荒野生存多久呢？是啊，早上蔡坤还说主播你生存不到1个星期呢。那我就先定个小目标吧，生存3个月。所有人都愣了一下，主播有魄力，我看好你哦。另一边导播间内蔡坤听到这话都笑喷了。生存3个月，这小子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行了？然后蔡坤又跑到了我的直播间。落雪选手好大的口气啊，也不怕把话说大了吗？怎么了，蔡坤主持人，你有意见吗？上钩了，看我接下来怎么整你。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对你有意见，只是想和你打个赌。什么赌？就赌你能不能在神农架生存3个月，赌注就是你的生存奖金，怎么样，敢不敢赌？蔡坤从落雪的个人资料中知道了落雪参加这次荒野生存比赛是为了筹钱给母亲治病，如果落雪输了，那他将一无所有。我略微思索就明白了蔡坤的想法。那你的赌注呢？就以我这次担当节目组嘉宾的片酬1500万如何？主播不要上当，他准备坑你呢。蔡坤，你不要欺人太甚。荒野生存的难度很大，这才第1天，落雪就遇到了狼的足迹。未来的89天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威胁呢。此外，饥饿、寒冷、孤独、受伤等等因素都会导致选手退出比赛。怎么了？你怕了？我冷笑一声，不，你的赌注不够，外加1条，如果你输了，你要当着所有观众的面下跪向我道歉。没问题，我答应你。今天所有在场的观众都是见证人，那你必须也加一个，赌你1周之内必须给我找个对象。找对象还不简单，我等会就上爱聊给你找一个。靠不靠谱？别吹牛。当然靠谱了，这爱聊很厉害的，选择同城匹配就能配对到附近的小姐姐，女生都主动找你聊，都在1公里以内，可语音可视频，看你喜欢哪个随便聊。听起来好像还不错。那可不，现在女多男少，你点左下角还能给你找到同一天出生的女孩，上面美女多，肯定有你喜欢的类型。突然一声狼嚎传来，嘿嘿，你还是想想你怎么度过今晚吧，祝你好运。这狼群是和蔡坤一伙的吧？大家不要慌，现在就给大家展示我怎么上树的。我拿起旁边的木棍，立马朝吊床跑去。这时狼群也朝我奔跑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我用木棍往木头上用力一挑，木头瞬间倒下，我也被巨大的惯性带离地面，狼群全都扑了个空。此刻直播间瞬间沸腾了，人气值直接达到了100万。主播太强了，太刺激了。我刚刚都不敢看屏幕了，下次主播不要玩这么大了。我微微一笑，这就是荒野生存的魅力啊！这时所有选手直播间内出现了一条节目组信息：荒野生存第1天，1人退出，剩余选手19人。我参加荒野求生，竟惨遭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殊不知我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获得了各种野外生存的知识。昨晚我不幸遇到了狼群，不过好在我成功爬上了树，安然地度过了一晚。第2天一早，我们得知20名选手已经有1名退出了。这才第1天，竟就有选手坚持不住了，看来我还得提升下实力了。于是我打开了系统，昨晚还剩下70万人气，所以还能抽奖7次。我决定全部用掉。抱歉，什么都没抽到。抱歉，什么都没抽到。连续5次竟全都没抽到，好在第6次抽到了1点属性点，第7次抽到了专家级建筑技能。随即我的个人资料出现，可用属性点1，是否使用？在荒野内生存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还需要力量上的支持。现在我已经有了系统，所以就加在力量上吧。瞬间我就感觉自己的肌肉好像变大了一丢丢。接下来我就准备砍些树，用来建房子。树木一棵接着一棵的倒下，扑棱棱的惊起无数飞鸟。主播真勤奋啊，一大早就开始干活了。佩服主播的胆子，那些野狼还在附近，主播现在就敢下地砍树。我也不可能一直待在树上吧。其实大家在野外遇到狼和老虎这些不必太惊慌，只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就行。所以主播砍这些树是准备建造房子吗？没错。可是主播准备建在哪呢？还是昨晚的地方吧。主播你不怕那些狼吗？我将木头搬运回营地，点头道：这里背靠悬崖，是个好地方，最多下午我就可以把房屋的墙壁搭建完成了。野狼想碰到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解释完，我的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起来。主播早上还没吃东西吧？建房子可是很耗体力的哦。确实有点饿了，昨晚我好像听到河边有蛙叫，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找到。于是我背起背篓就朝河流走去，刚到河流附近就听到了2声蛙叫。真的有青蛙哎，听这声音想必个头还不小呢。说不定是牛蛙，
说到牛蛙，我又想吃了，那味道真是不错。我一边在田地里翻找，一边解释道：“这里是不可能有牛蛙的。要知道，牛蛙的原产地是北美，现在国内吃的都是人工养殖的。我猜这里大概率会有石蛙和癞蛤蟆。那请问主播，癞蛤蟆据说有毒，如果是癞蛤蟆，主播是不是不能吃了？癞蛤蟆的皮肤上藏有毒腺，其体内也会有毒素，大家最好不要食用。当然，如果你拥有和主播一样的清理技巧，那就不是问题了。大家快走，主播又开始装了。”就在这时，前方的草丛动了一下，我猛然朝那抓去。我抓到了，不过这玩意怎么滑不溜秋的呢？随着我手臂抬起，直播间内所有观众都傻眼了。主播你怎么抓了个蛇啊？快跑！我也是被吓了一跳，我刚想丢掉，就被蛇头猛然咬了一口。此时观众们纷纷跑去导播间内发弹幕：落雪选手被咬了，麻烦主持人派人快去救援。此时蔡坤内心狂喜，看来老天都在帮我，被蛇咬了。看来落雪马上就要被淘汰了。荒野求生第2天，我竟被蛇咬了，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嘿嘿，你这小子要被退赛了。白林路泽连忙拿起电话，准备派人救援，却被德爷阻止了。不要慌，落雪本人都没打电话救援，或许那条蛇没毒呢。另一边，我在看到蛇的第一眼，有关蛇的信息就浮现了出来。观众们不要惊慌，这是水蛇，水蛇大多数都是无毒或者毒性很微弱，而这一条就是无毒的。水蛇离开我的手臂就想逃跑，咬了我还想逃，我猛地追了上去，敢咬我，看我不把你吃了！观众们目瞪口呆。等等，这剧情好像有哪里不对。我们在为主播提心吊胆，而他转眼却和蛇干上了。这个时候主播不应该感到害怕吗？就是我不要面子的嘛，能不能有点尊重？同一时间，3位主持人也来到了落雪直播间，人气瞬间暴涨到了200多万。见到这一场景，蔡坤顿时懵了。不是说落雪被蛇咬了吗？怎么看起来一点事情没有？果然如此，那是一条没毒的水蛇。蔡坤脑瓜子嗡嗡的，白高兴异常。此时我已经将蛇抓住，让蔡坤主持人失望了。这条蛇刚咬了我一口，待会我也要咬它几口。观众们都被逗乐了。主播你这有点过分了啊！想吃就直说，我第一个同意。可惜了，还想看主播抓蛤蟆呢，看来今天看不到了。我笑了笑道：“谁说主播不抓蛤蟆了？今天这蛤蟆我还抓定了。”说完，我就将蛇拍晕，放入背篓内，然后就在附近寻找蛤蟆。没多久，我就找到了3只癞蛤蟆。我猛然扑了上去，2只蛤蟆就到手了。什么情况？刚刚主播的速度你们看清了吗？这速度绝了！专家级狩猎技能可不是开玩笑的。短短半小时里，我就抓到了10个癞蛤蟆。10个癞蛤蟆加上1条蛇，主播吃得完吗？搭建房子要消耗的体力不少，其实我有点担心不够吃呢。直播间的观众都无语住了，我顿时感觉手上的鸡腿不香了。接下来我就回到营地开始清理食材，我将癞蛤蟆的腿留下，身体全都丢掉。主播，你这么浪费的吗？之前我就说了，癞蛤蟆是有毒的，除了皮上的毒腺，其体内也有毒，但4只确实没有毒。观众们也是恍然大悟。很快，一锅鲜美无比的食物就出炉了。没多久，满满的一锅肉就被吃个精光。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木屋了，否则今天我可没有底气对付狼群。我拿出手工具，开始锯起了木头。半小时过去，2个支撑房屋的3脚架就完成了，然后在中间架上1根横梁，1个木屋的基础架构就完成了。主播，你这也太快了吧！你怎么做到2个木架都一模一样的？主播，我怀疑你以前是做木匠的，你这手艺没有20年搞不定。我刚刚还去别的选手直播间看了，他们建木屋不是这里要改改，就是那里要改改，主播简直神了。殊不知我是上次抽奖获得了专家级建筑技能，可以说在搭建房屋之前，我心中就已经有了一张建造房屋的完整蓝图了。只要木材足够，半天就能搞定，剩下的就是截取木头，用藤蔓固定在骨架上就好了。另一边，导播间内主持人都被这建造的速度惊呆了。落雪，我画个圈圈诅咒你。荒野求生第2天，我仅仅用了半小时就打造出了1间木屋，连德爷都直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殊不知我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获得了大量的荒野知识。接下来我就要去准备晚餐了。我从背篓中拿出鱼竿。主播会钓鱼吗？像你上午一样抓蛤蟆多好，钓鱼就算是老手，也经常空手而归。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准备去找饵料。现在是下午5点半，6点半左右就会天黑，所以我只有1个小时的钓鱼时间。
在我寻找饵料的时候，很多观众悄悄地将这2天录下的直播放到了网上，就比如徒手抓蛇、生吃柴虫、戏耍狼群等等，顿时让我的直播间人气突破了1000万。此时我在石头下发现了蚯蚓。主播，你不会想吃这个吧？主播吃一个，我好想看啊！蚯蚓确实可以吃，而且蛋白质还不少。不过我不打算吃，我还要用它来当鱼饵呢。紧接着我又收集了几条蚯蚓，就往河边走去。走到河边，我将蛤蟆揉成团丢了下去。主播，你这是干嘛？钓鱼前先用之前得到的蛤蟆打窝，这样才能将鱼引过来。然后我又丢下去几只蛤蟆，静静等待了10分钟。观众们都着急了。主播，你咋还不开始啊？再等一会儿天就要黑了。别急嘛，打窝也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应该差不多了。随即我转身一个甩钩，精准落在打窝的地方。主播这一杆甩得漂亮，起码练习了2年半。楼上的也太甜了吧，主播都还没钓上鱼就吹上了。下一秒，我猛地一提，一条桂鱼就出现在了镜头前。主播这才钓1-2分钟吧，这就钓上1条鱼了。观众见此精彩场景，纷纷刷起了礼物。难得1000万人气，为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左下角发了一波福袋，见者有份。苹果15和 iPad Pro， 我准备了每样6000台放左下角，一人1份随便领，免费领，真的假的？不信自己点左下角试试，里头的苹果15和 iPad Pro 是先到先得，华为 Mate 60作为保底福利是人人有份，都全新顶配机，只有我左下角才能领。不会是拉人助力的套路吧？不是，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我这手速怕是抢不过别人。放心，链接在旧有库存，你们花3-5秒从我左下角下载上线，完成任务就搞定，再挂机3-5天，苹果、华为都能一起拿下。我刚试了，真领到了 A。其他领到的扣1。我作为钓鱼老手，觉得主播只是运气好罢了，1-2分钟钓1条也是很常见的。可10分钟后，竟连续钓上来了5条鱼，钓鱼老手瞬间被打脸。对不起，是我无知了。时间不早了，先不钓了，再钓的话我一趟拿不完了。主播不钓鱼的原因，竟然是不想跑2趟，你敢信？我怀疑主播又开始装了，但是我没有证据。等到我回到营地时，天已经黑了。我在木屋前生了一堆火，防止其他动物靠近，然后就在木屋内开始炖起了鱼汤。另一边狼群竟嗅到了鱼汤的味道，正朝木屋这边赶来，一身狼嚎划破寂静的夜空。果然，今晚又来了吗？我连忙用一根木棍将木门抵住，而此时5只狼呈包围状态缓缓向木屋聚拢，火光让几只狼很是畏惧，所以他们不敢靠近木门，这让我也松了一口气。主播，野狼来了，你不会有危险吧？赶紧打电话退出吧，我感觉主播要凉了。而我却毫不在意地喝起了鱼汤。大家不要担心，我对自己的建造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野狼进不来的。就在这时，突然有2只狼想要从木屋和山崖之间的缝隙进来，火光中狼爪一左一右伸了进来。我冷哼一声，这狼这么想吃我吗？我拿出斧头狠狠朝狼爪打去，随后传来一声惨叫，狼群被吓得四散而逃。主播狼群明天还会来吗？应该会。野狼这种动物，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追踪一只猎物的周期可长达4-5天。好可怕！主播还是换个地方吧。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明天就会见分晓。我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而此时导播间中，蔡坤大笑了起来。看来这家伙明天就要打电话退出了。荒野求生第2天，我下午钓上来了5条鱼，竟引起了狼群的注意。我勉强将他们赶跑后，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狼群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看来落雪选手就要退出了。德爷，落雪不会真要退出吧？德爷无奈道：“我只能说，这个小伙子运气真的太差了，就算我遇到，也没有办法对付一群狼。”听到这话，蔡坤顿时大喜，随即跑到我的直播间说道：“落雪，我劝你放弃吧。我看在你是为了帮助母亲治病参加比赛的，所以我愿意以个人名义援助你5万。”哇，坤坤果然是人帅心善呢。对于一个陌生人，坤坤竟然这么大方，我太爱了。嘿嘿，洗白成功。而我并没有理会蔡坤，而是打开了系统。今天一共获得了1030万人气值，我将其全都用于抽奖，一共抽了103次，抽到了5点属性点和专家级格斗技能以及化学冶炼知识。格斗技能让我能清晰地辨别出各种动物的弱点和各种招式的运用，而冶炼知识需要提炼的容器，所以暂时还用不到。最后还有5点属性点，力量加上了3点，敏捷加上了2点。我握了握拳头，感觉自己现在能一拳打倒一头牛，并且我还长高了2厘米。我这算什么？荒野求生没有恶兽不说，
还长高了。内心窃喜过后，我就在木屋内睡去。清晨，我第一件事就是烤起了鱼。主播，你干什么呢？你不怕气味又吸引狼群吗？主播，你是不是虎啊？赶紧退出吧，我们都很担心你。我对着镜头微微一笑，大家不用担心，山人自有妙计。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在野外如何制作陷阱。很快我就做出来了一种弓箭陷阱，然后再制作出来4个三脚架。脑海中的陷阱知识不断的涌出：落石陷阱、尖刀陷阱、绳套陷阱。目前来说，绳套陷阱布置起来最快。于是我拿出金属丝，将其全都放置在三脚架上。导播间内3位主持人都一脸懵。德爷，你看得出落雪在做什么吗？蔡坤忍不住的插嘴道：“他该不是想做一点小玩意，当成荒野生存的纪念品带回家吧？还是先看看再说吧。”另一边，我已经将草丛覆盖在陷阱上，这样一个简易的触发陷阱就做好了，完美。接下来就守株待兔吧。布置完一切后，我便开始吃起了烤鱼。同一时间，半里外的狼也嗅到了香味，顿时感觉嘴里的兔子变得寡淡无味。我第2头鱼还没吃完，狼群就出现在了营地外。狼群察觉到营地多出的东西，变得谨慎起来，而我还在不紧不慢地吃着烤鱼。这家伙什么时候了，他还顾得上吃鱼？不作死就不会死，我看这家伙现在怎么办？紧接着，狼王一声令下，其余几只狼就向我靠近。我的天，狼群智商这么高吗？还知道派小弟去探路？主播设置的陷阱不会没用吧？下一秒，狼群朝我扑来，4只狼碰到了陷阱，瞬间被高高挂起。狼王急得高高跃起，试图咬断金属绳，但是金属绳怎么都咬不断。这时，狼王突然朝我飞扑而来，我也被吓了一跳。好在关键时刻，我触发弓箭陷阱，狼王就这样被解决了。此时直播间内欢呼声一片。主播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偶像。你们这么夸，不怕主播飘了吗？不过我喜欢，还有谁？而此时蔡坤却郁闷的不行，连着3天我竟然被打脸了5回。落雪，我和你没完。荒野求生第3天，我被狼群盯上，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你这小子终于要完蛋了。可狼群不仅没有碰到我，反而还给我提供了大量的食物。另一边，这位正在钓鱼的马船选手抱怨道：“我真的服了，本来我的人气还不错，没想到今天观众们都去看落雪了，可恶啊！”突然鱼儿上钩了，马船兴奋地向观众朋友们炫耀：“大家看看，这条鱼这么大，很少见吧？我可是花了2小时才钓上的哦。1条鱼你就吹起来了，你是不知道落雪10分钟就钓上来了5条鱼呢。”随即一大堆吐槽的弹幕出现。我就算再差，至少我还没退出比赛。你们说的那个落雪，他不是被狼盯上了吗？想必今晚不好过吧。让主播失望了，不仅狼群没让落雪退出，还让他获得了400多斤肉呢。什么？你是说他干掉了狼？马船顿时感觉手上的鱼不香了。话说主播，你不觉得你住的地方有些破吗？你看看落雪的木屋，那才叫精美呢。马船有些不服气道：“房子是住人的，能遮风挡雨就行，弄那么漂亮干嘛？”你还别不服气，这我就得给你说说了。第一，木屋要保暖，你看你这4面漏风，要是冬天来了，你肯定就要退出比赛了。第二，你这营地附近太多落叶杂草，不清楚你是不是想引火烧身啊？马船顿时恍然大悟，想不到这位兄弟懂这么多，还望兄弟以后多多指点呀。其实我啥都不知道，这是我在落雪直播间学的。为什么又是落雪？无语过后，马船突然灵光一闪，我懂的是不多，但是我可以借鉴其他选手的方法。18年后，江湖上肯定有我老马的一席之地。另一边，我准备用盐将这些全部制作成腊肉。布置完肉后，天色也黑了下来。忙活一天，我肚子也饿了，晚上就将就着烤肉吃吧。主播又开始装了，荒野生存第3天晚上，主播竟就吃起了烤肉。我感觉手上的鸡腿又不香了。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吃饱喝足后，我就回到木屋内准备休息。食物是解决了，可是每天睡在地上对身体不太好，而且我的目标是生存3个月，应该要先做一张舒适的床才行。想着想着，我就沉沉地睡着了。隔天一早，我就拿着斧头去附近收集木材去了。就这样来回跑了几趟，终于是收集够了，然后再经过我专家级建造技术一顿操作，一个舒适的木床就完成了。趁着白天阳光猛烈，接下来主播准备收集一些干草晒干，今晚用来铺床。我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南边是湖泊，东边是飞机带我们来的地方，
都是些灌木丛和藤蔓。现在只有西边和北边还没探索过，而北面正是屋子后面的山崖，想必能在上面收集到不少的干草。说干就干，我背起背篓就朝山崖走去。此时导播间内太坤正嘀咕着，没想到这个落雪还有点东西，不行，我必须要找他麻烦。我就不信我一个明星斗不过一个普通人。荒野求生第4天，我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了，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此时我正在山上找寻干草，忽然看到不远处有棵柿子树，这么多柿子，储存起来吃上1-2个月都没问题了。主播有肉吃，还有水果。主播你这还是荒野生存吗？我微笑的点点头，一边走一边解释道：柿子富含糖类碳水化合物，此外还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切记不要多吃哦，特别是空腹的时候。主播你这话啥意思？我怎么感觉主播有点忽悠人呢？算了，大家不喜欢听，我也懒得说了。然后我捡起一根木棍，将柿子打落下来，我将柿子皮剥掉，就开始吃了起来。主播你为啥就可以空腹吃？就是我差点就按不住我40米的萝卜刀了。我又没说不能吃，不过柿子中含有大量的鞣酸和果胶，空腹状态下吃可能会导致胃失食。观众们顿时一惊，原来还有这说法，主播懂得也太多了吧？我最近吃了不少，我马上去检查下。听到这话，我差点笑喷了。大家也不要惊慌，没那么严重。其实生活中大家吃的基本上都会经过处理的，只是表皮可能还会有一点残留罢了。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空腹吃就行。那我就放心了。然后我又继续走了半小时左右，终于是找到了不少的干草。而就在这时，我眼睛一亮，就在不远处的岩石上，竟然有一片绿油油的苔藓。这可是比干草还要好用的铺床材料呀！我走到岩石面前，将苔藓翻了个面，让它们在阳光下暴晒，晒干后，明天我再来拿。随后我就扛着干草沿路返回。等到我下山回到营地时，就已经是晚上了。我随便拿起一个烤肉就吃了起来，吃完后就将干草铺在床上，躺在床上我便打开了系统。今天人气达到了2800万，一共是280次抽奖机会。不过这一次我运气也太差了，280次全抽光，只获得3点属性点和一个专家级酿酒技能。算了，虽然运气差，但每天人气都很高，直播3个月，我肯定能抽到好东西。然后我将3点属性点加在了体质上，这样我也就不容易生病了。随即我就睡了过去。今晚的蚊子特别多，搞得我整晚都没睡好觉。一大早我就出发去山上。今天除了收集苔藓外，我还打算多探索一下这里。转悠了半小时，忽然一株植物吸引了我的注意，这竟然是竹银梅，这可是好东西。我连忙将它收集起来。主播难道又找到好吃的了？不是吃的，这是竹银梅，是驱蚊用的。说罢，我又在附近找了找，很快又找到一株植物万寿菊，将其磨成粉末，驱蚊效果比竹银梅还要好。太棒了，晚上终于不会被蚊子打扰了。收集完植物后，我就回到了岩石旁，我用一根树枝小心地将晒干的苔藓翻动。这一幕让观众觉得有些好笑。不会吧，主播你可是连蛇都不怕的，怎么变得这么怂了？翻个苔藓而已，落雪选手你也太小心了。还没等观众反应过来，我一脚踩在了虫子上。什么情况？这是什么蜈蚣吗？主播怎么知道苔藓中会有蜈蚣？这也太神了吧！我有些无语。虫子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地方，这是常识好吧？然后我将苔藓收起，又在附近采集到了一株蛇白子，可以治疗蜈蚣和蛇的咬伤。我边走边和观众们解释了起来，免得以后他们又大惊小怪的。回到营地后，我将背篓放下，说道：“兄弟们，过几天可能会有雨，所以我得抓紧时间砍一些木头了。”主播，你连天气都算得准吗？你们没发现昨晚蚊子出现了吗？这可能就是天气要变化了。我砍些木头有备无患。这家伙怎么什么都懂？不过森林里下雨可不是那么好过的，看你还能撑多久。荒野生存第5天，蚊子变得格外的多。我有预感这几天将会下暴雨，所以我准备去多砍点柴火备着。我砍了一下午的树，将这些木头扛回营地时，我彻底傻眼了。只见有3只野猫正叼着我的腊肉，我瞬间怒了，拿起斧头就朝它们跑去。野猫立马一哄而散。由于我砍树花费了大量的体力，只是追了几分钟，我就彻底没力气了。大意了，我早就该想到附近会有小动物偷吃我食物的。主播没事啊，不就是被叼走一些肉吗？你还有很多。主播看开一点，你不是还有鱼竿吗？以你的钓鱼技术，还在乎这几块肉？不行，狼我都不怕，这几个小家伙我必须给他们上一课。
此时天色也不晚了，我回到营地，将竹营煤放在木屋内。晚上果然就没有蚊子敢靠近了。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背篓就朝后山走去。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布置捕猎陷阱。我一边用木棍开路，一边解释陷阱的知识。随着杂草被拨开，一条蛇出现在镜头前，观众们顿时头皮发麻，而蔡坤却内心狂喜。嘿嘿，这是条毒蛇，我看你怎么办。主播快跑，这蛇是三角形脑袋。但下一秒我抡起斧头，竟一击命中。什么情况？这毒蛇就没了吗？好家伙，主播你搁这秀小李飞刀呢？不好意思啊，又让蔡坤主持人失望了。区区辣条我还能怕了不成？随后我将蛇装入背篓内，就继续前行。很快我就发现了动物的脚印，足迹的大小和野猫差不多。第一个陷阱我们可以设在这里，旁边还有一棵小树，刚好可以当做弹力装置。首先我将金属线做成了活套，另一端绑在弯曲的小树上，然后再用一块石头和一根木头固定住活套。只要动物经过这里，就会触发套活陷阱，将其吊在空中。当然我还将几块腊肉放在石头下当作诱饵，这样一个陷阱就算完成了。这么简单吗？我觉得我也行了。主播666，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继续寻找下一个布置陷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5个陷阱全部都被布下。好了，陷阱布置完毕，明天我们再来看看吧。返回的路上，有弹幕问道：“你们猜今天主播布置了5个陷阱，你们觉得能抓到几只？”你是新来的吧？你可能不太了解主播的实力。就是主播之前10分钟钓上来5条鱼，半小时建造好木屋，这次陷阱肯定也是全中啊！我顿时有些无语，我都没说话，你们哪来的自信？接下来我就回到营地继续砍柴。很快夜幕降临，忙碌的一天结束。今天的晚餐，腊肉炒辣条。隔天一早，我就兴奋地去查看陷阱了。很幸运，第一个陷阱就抓到了一只野猫。看你还敢不敢偷吃我食物？厉害啊！主播快去看看其他陷阱，我赌你陷阱全中。紧接着第2个、第3个陷阱都抓到了一只野鸡，顿时引起一大波观众的欢呼声。直到第4个陷阱，气氛才降下来一点。显然陷阱并没有触发。最后一个陷阱又抓到一只野猫，还不错，5个中了4个。突然前方草丛有只野猫跑了过去，我连忙小心地跟在它身后。这是个好机会，就差这一只野猫了。随着野猫的前进，杂草也慢慢变少。这时野猫突然停下，开始舔一块石头，同时还有3只野猫也在舔石头。我顿时一惊，这难道是盐矿石？荒野求生第7天，我竟然和猫抢起了石头，并且还在上面舔了几下。主持人蔡坤看到这一情景，忍不住的嘲笑道：“落雪选手才第7天就已经疯狂到吃石头的地步了吗？”就是啊，实在不行你就听坤坤的退出比赛吧。看到众人的嘲笑，我脸都黑了。你们真是少见多怪，这可是盐矿石。盐矿石是什么？难道里面还有盐不成？没错，这玩意还真能提炼出食盐，对于野外长期生存来说十分重要。说罢，我就将盐矿石抱起，开心的往山下走去。返回营地后，我已经大汗淋漓。今天我不打算出门了，开始做吃的吧。随即我就拿起斧头开始提炼食盐。拥有专家级冶炼知识的我，没多久就提取完成了，然后再将盐和一些野果撒在食物上，一锅香喷喷的烤鸡就做好了。主播你这哪是荒野求生啊，简直馋死我了。主播你收小弟吗？我也想天天在荒野吃大餐。主播我给你刷华为 Mate 60，你留一口给我尝尝。华为 Mate 60，听说排队都买不到，你说送就送啊？主播左下角多的是，我领的苹果15刚发货。真的假的？我上次看视频，左下角都懒得下。当然，我验证过了，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里头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都是1万份打底的，你们也去领台呗。直接领？那早没了吧？链接在就有库存，而且我特意申请了不限量 iPad Pro 做保底福利，保证下载的人都能领。要拉人助力吗？不用，但只有从我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行。休息放一旁挂挂机，苹果华为第2天包邮到家。我刚试了，还有个4000是额外福利，先到先得。接下来我就大口的吃了起来，吃饱后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第2天一大早，我又开始锯起了木头，没多久我就汗流浃背了。今天天气怎么那么闷热？突然耳边传来嗡嗡声，我一巴掌就朝脸上拍去，观众们都惊呆了。主播喊起来连自己都抽啊！而我却说道：“马上就要下雨了。”主播你一巴掌就能打下雨？我怀疑主播是不是被自己打懵了。开玩笑，现在都是大晴天，怎么可能下雨啊？
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连忙将木头搬进屋内。另一边，合肥选手正在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钓鱼的抱怨道：“今天运气这么差吗？2个小时都没钓上，不科学啊！”主播，你2个小时都打了几十只蚊子了，你就听我们的吧，咱换个地方钓。好吧，我就听观众们的试试。突然，何飞感觉脸上有一丝冰凉，抬头一看，大雨就哗啦啦的往下落。完蛋了，怎么突然就下雨了？此时，我直播间的观众都惊呆了。主播，你怎么知道要下雨了？我笑了笑道：“大家说说，不看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迹象知道要下雨了？”当然是看云朵啊，有乌云就会下。还有天气比较闷热，也可以感觉出来。我点点头，没错，其实这些都是有预兆的，还有气压和空气湿度等等，大家还是好好学习去吧。我怀疑主播在侮辱我的智商，但是我没有证据。紧接着，我就在屋内捣鼓起了木材。主播，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做一个板凳，待会儿钓鱼的时候用得上。雨中钓鱼，主播你不怕生病吗？对啊，虽然主播你能预知下雨很厉害，但是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装吧。我笑了笑道：“大家不用担心，这场雨不会太久，最多不过1个小时。”听到这话，观众们顿时唏嘘不已。蔡坤又出来嘲讽道：“你还真会吹，难道你还能控制下雨的时间不成？”就是这次我支持坤坤。我顿时无语，我可是觉醒了系统的男人，这蔡坤怎么一直针对我？我想了想说道：“其实这也不难判断，周围都有青蛙，如果是大雨或者暴雨，气压就会更低，青蛙感觉呼吸不畅就会哇哇大叫，但我并没有听到蛙叫，说明这场雨不是很大，顶多1个小时就没了。”就这样过了1个小时，雨竟然就真的停了，我服了，主播你这也太牛了。而蔡坤却是满脸尴尬，这家伙怎么懂得这么多？我以后还是好好学习再发言吧。荒野求生第7天，我只是打了自己1巴掌，竟就能预知下雨的时间，而且还准确的说出1个小时后雨就会停。主播简直就是人体天气预报啊！这里面覆盖的知识太多了，大家好好学习也能行。接下来我就背起背篓，拿着鱼竿准备出门了。鱼缸停，蚊子应该很多吧？主播难道不怕吗？楼上的新来的吧？你没发现主播背篓内的万寿菊吗？这可是专门驱蚊用的。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专心的开始钓鱼。仅仅3分钟就钓到了1条鱼，观众们顿时一惊。什么情况？我看那个合肥选手2个小时都没钓上1条鱼，主播3分钟就钓上了。这时合肥的粉丝不服道：“我看他只是运气好罢了，有本事再钓1条上来看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1条接着1条的鱼纷纷被收入了我的背篓。我的天，这主播2个小时不到竟钓上来10条鱼。我摇了摇头，收起了鱼竿。今天没有提前打窝，钓鱼的效率还是低了不少。快跑，主播又开始装了。别人才是荒野求生，而主播怕是荒野美食吧？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要知道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2小时才10条鱼，真的很少了。等到我回营地时，已经是晚上了。我将鱼放进锅内慢煮，然后看着眼前的腊肉道：“没想到前2天获得的食物，就只剩下这么点了。”蔡坤听到这话，顿时一喜，嘿嘿，没想到落雪选手还会担心食物不够啊！我可不是担心食物，我只是怕后面食物太多，不好存放而已。所以明天我打算去找制作容器的材料。呵呵，真是嘴硬，我看你明天会不会被打脸？我并没有回复蔡坤，而是打开了系统。这几天人气值我一直没用，存下了1.2亿人气，一共1200次抽奖全部用掉。可当我看到眼前的奖励时，差点晕了过去。这抽的什么东西啊？1200次才中了10点属性点，5个高级技能升级卷轴，1个大师级技能升级卷轴。温馨提示：抽奖有风险。系统，你玩我的吧！但当我打开系统商城时，竟发现大师级技能竟然要5000万人气值。这么看来，我还不是特别亏。之前获得了狩猎技能、手工技能、格斗技能、钓鱼技能，具体要提升哪个技能到大师级，还是等到明天看看再说吧。最后我将10点属性点加在了力量上，顿时我又有种一拳打牛的冲动了。很快来到了第2天清晨，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准备去南边的湖泊看看。主播去湖边连背篓和鱼竿都不带吗？不用，我主要是看看湖边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材料。半小时后，我来到了湖边，湖中有不少种类的鱼，看来这里将会是我以后主要的食物来源了。忽然我看到前方的竹林，顿时大喜。主播，咱能别一惊一乍吗？别小看这些竹子，它们的用处可大着呢。看到竹林后，我便直接将大师级技能升级卷轴用来强化手工技能，然后开始采集竹子。
收集完竹子，我就开始制作了起来。仅仅10分钟，我就制作出来了一顶斗笠和一个簸箕。主播这得是单身多少年的手速啊，这么快就制作好了。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主播是怎么懂得这些东西的编织的？现代人都很少会做这些了。我笑了笑道：“我可不是只会这一点哦，接下来我还会用湖边的黄泥制作出陶器呢。”而蔡坤却是一脸不屑：“吹吧，我画个圈圈诅咒你，我看你还能不能做出来其他的。”荒野求生第7天，我用竹篾编制手艺制作出了斗笠和簸箕，并扬言还要制作陶器储存食物，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落雪选手，你可太搞笑了，在荒野你还想造陶器？蔡坤，你怎么老是在主播的直播间酸呢？我相信主播。看到有观众为我说话，我微微一笑。好了，大家不要和那种人吵了。现在我还需要做出来2个竹箩，用来装黄泥呢。主播，你要黄泥有什么用？黄泥是粘土的一种，可以用来制作陶器的哦。我一边解释，一边采集竹子，很快就制作出了2个竹箩。此时太阳也落山了，我只能暂时回到营地，准备明早再录。第2天一早，我就朝湖边走去。大家早上好，今天主播就带大家看看怎么制作陶器。我拿出铁铲挖出黄泥，挖出黄泥后，还用簸箕筛选出细泥和粗泥。主播你在干嘛呢？泥巴还分类吗？我笑了笑回道：“这叫做陶泥，筛选出细泥是做陶胚的原料，而粗泥则是用来搭建烧制的土窑。”我一边筛选一边解释着：“主播不要说了，你知道吗？其余的选手全都在模仿你。我刚刚看了，他们好像只要你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我却丝毫不在意。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这几天所展现的知识都只是9牛1毛而已。想要学我，就让你们学个够。大家不用担心，制陶的工序多达13道。能不能学会，那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那主播，你接下来是不是不准备透露你的求生知识了？我笑了笑道：“我的荒野知识，随便大家怎么说，告诉其他选手都行。”此时导播间内3位主持人被落雪这话惊呆了。这落雪选手脾气太好了吧？而蔡坤却是不服气道：“不可能，这肯定是落雪的阴谋，大大的阴谋。”另一边，我挑起2箩筐的黄泥返回木屋。同一时间，其他选手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了。怎么回事？这泥巴怎么老是固定不住？2个多小时了，我都失败了20多次了。不生气，不生气，失败是成功之母。可再次尝试，还是一下就垮了。这不可能做出来啊！难道落雪是骗我们的？而此时，我正在吃着烤鱼。主播，其他选手模仿你全都失败了，还说黄泥不可能捏出来陶罐呢。我就说落雪有阴谋吧，他肯定是故意透露假消息，浪费其他选手时间的。我顿时无语了。蔡坤，你别说了，知道我为什么要淘沙吗？因为在淘之前有一道揉泥的工序，可以排出泥土里的气体，还能增强粘土的粘性和可塑性。都说了制作起来很复杂，不懂还要一直说。蔡坤感觉脸被打得生疼，说的好有道理的感觉。此时我一边向观众们解释，一边制作了起来。就这样一直忙活到了晚上，5个陶罐、4个小坛子以及5个陶缸全部成型。这下我终于可以储存食物了。木屋有了，食物也有，陶罐也有了。接下来就再制作些家具出来享受生活了。蔡坤顿时懵了，这家伙懂得也太多了吧？我还怎么和他斗啊？荒野求生第8天，我想用泥培制作陶器，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可没多久，我就制作出来了10几个陶培。蔡坤顿时一惊，算你运气好，可陶培都是需要烧制的，我就不信你现在能烧制成功。主播，你现在烧制一个给蔡坤瞧瞧。我笑了笑道：“现在还不行哦，这些陶培还需要5、6天的时间阴干才能进行烧制呢。”好啊，蔡坤，你竟敢用激将法！这家伙咋什么都懂啊？接下来的5天，我白天照常出去寻找食物，晚上就用竹子编织各种家具，竹篮、竹椅、板凳应有尽有，观众们都看呆了。主播，我怎么感觉你是来山林隐居的呢？了不得，小伙子，你这篾匠手艺，连我这老头子都自愧不如啊！一看就知道师出名门。老爷爷说笑了，这都是我自己琢磨的。观众们顿时沸腾了，真是寒门出贵子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个有系统的男人。转眼间5天过去，我也将陶窖搭建了出来，终于完工了。今天我就开始烧制陶器了，整个过程大概持续1天1夜。我们需要密切关注陶器的烧制情况，同时火堆不能熄灭。那岂不是说主播1天1夜都不能睡觉了？可能吧，我也没试过。随后我就将陶器全部放进了陶窖里，然后用泥封住。现在火势稳定，我先去吃早餐了。前期烧制过程只需要火势稳定就行，真正需要人盯着的，也就是最后那10个小时。吃饱后，我搬着竹椅放到陶窖前，
顺便拿了2个柿子作为饭后水果。前面10几个小时，我无聊就锯木头，时不时吃上1口柿子，累了就躺在椅子上休息。主播，你这可是在烧制陶器啊，能不能专心一点？我怎么不专心了？我只是闲得慌而已。对了，前几天模仿我的选手们怎么样了？其他选手觉得这太难了，都放弃制作陶器了。还真有点遗憾呢，全都放弃了吗？还有一个叫做中剑的，他失败了30多次，好像明天也要烧制陶赔了。这兄弟是个狠人，失败这么多次还在坚持。你们记得和中剑选手说一下，搭建陶窖的时候要记得热胀冷缩的原理。就这样，我和观众们闲聊到了晚上，最后几个小时我紧盯着火势，这烟雾直接将我熏成了熊猫眼。第2天早上终于是完成了烧制。观众朋友们早上好，主播顶不住了，先睡觉去了。主播这样子太搞笑了。我睡到了下午才醒来，我直接来到陶窖前扒开洞口的风泥。兄弟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紧接着一件又一件的陶器被取出，10几件陶器中竟然只有1件有些裂痕，其他的都是完好无损的。观众们顿时沸腾了起来。主播太厉害了，你是我的偶像。小伙子，你这陶瓷手艺起码达到了大师级啊，真让我长见识了。今天我心情不错，晚上给你们露一手陶板煎鱼。此时导播间内的蔡坤却是郁闷不已。这小子不仅会灭将手艺，还会制作陶瓷，太不科学了！我一定要抓住落雪的把柄，让他退出比赛。荒野求生第9天，我准备建一座水车，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昨天我耗费1天1夜将陶器烧制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多囤点食物来应对下个月的低温天气，所以隔天一大早我就出门寻找食物了。我来到之前找到的柿子树前，用斧头将其砍断，将一树的柿子全都带回了营地。接下来我就要酿制柿子酒了。柿子还能酿酒吗？主播你能说说吗？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而蔡坤却是不屑道：呵呵，落雪选手可真有自信呢，别到时候酿不出来哦。但我并不担心，专家级酿酒技能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一边往陶缸里面浇水，一边解释道：首先第一步就是将柿子清洗干净，晾干后再去除柿蒂。第2步就是像我这样用开水给陶缸消毒，全部清理干净后，就将柿子放入陶缸密封保存1个月。等闻到有醋的酸味时，我再来看看。我怀疑主播来荒野生存是来享受生活的。就是啊，主播现在有肉有酒，我顿时感觉手中的鸡腿不香了。接下来我拿起2个木桶准备出门。主播你这又是要干嘛去呀？我笑了笑道：我准备去河流上游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河水引到木屋这边来。主播脑洞真大，我觉得很不错。主播，要不你顺便拿着华为 Mate 60去河里试试看看，是不是在水里都能用？你也太糟蹋手机了，华为 Mate 60这么难抢。你直接去主播左下角领一台呗，颜色配置任选。左下角都整多少回了，根本领不到。这次不一样，我跟左下角申请了8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做专属福利，这批只有我这有，不就好抢了？家人们，我去试了，确实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来真的啊？那够抢吗？放心，为了让看到这条视频的观众都能领到，厂商准备了不限量的 iPad Pro 做保底，而且现在登录还有4000，保证人人有份。这回也不难领吧？对，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上线，完成任务填个地址，苹果华为就秒发货了。马上去。紧接着我就朝河流上游走去，不过到了河流上游却出现了一个难题。主播这不行啊，河水和河岸的落差太大了吧？此时蔡坤却是内心狂喜，看来落雪选手的计划要落空了。我绕着河边想了想，忽然灵光一闪，要不我做个水车怎么样？在场的观众都惊呆了。主播，我读书少，你别忽悠我。做水车，你是认真的吗？我看是落雪选手又吹起来了。我有些无语道：我可不是说什么大话，给我2天时间，做个水车不是问题。不过接下来我准备先在附近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没走多远，我突然注意到不远处山崖上有不少青黑色的石头。没错，这就是铁矿石。这下我的化学冶炼知识终于派上用场了。这里有时间，我再来转转。现在我先把这些铁矿石带回木屋。1个小时后，我带着满满2大桶铁矿石回到了营地。主播，你这又是干嘛？难不成你还会炼铁吗？现在说炼铁还早。我准备明天抽个时间把这个陶窖改造一下，这样我就能用这些铁矿石制作新的刀具、弓箭等等。说完，我就拿起鱼竿准备去钓鱼。虽然现在储存的食物还能维持1星期，但无论是制作水车还是炼铁，都是比较耗时的，所以我必须多准备一些。在天黑前，我钓到了10条鱼，返回营地。
紧接着我用坛子将鱼腌制储存起来，然后我就开始享用起了晚餐。吃饱后，我看了看人气，竟然涨到了2亿2千万。于是我打开系统，准备花掉1亿人气进行抽奖。这次抽到了10点属性点和专家级造船技能。我脑海中顿时多了各种船舶制作与使用的知识。不错不错，以后还能建船玩玩了。想着想着，我便心满意足的睡着了。隔天一早，我打开门，屋外却开始下起了暴雨。看来改造逃掉的计划又要推迟1天了。此时导播间内主持人蔡坤忍不住的笑出声来。荒野天气变化莫测，任你知识再多，我看你能不能扛过去。荒野求生第10天开始下起了暴雨，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嘿嘿，今天下暴雨，我看你怎么收集物资。但我丝毫不在意。虽然下雨，但今天我还要外出砍一些竹子，准备以后制作水车。主播你别冲动啊，假如被雨淋感冒就得不偿失了。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制作出来了一把竹伞。我拿着竹伞朝营地外走去。谁知道明天还会不会下雨？还是早行动为妙。退一步说，就算真感冒了，我也有办法解决。因为我前几天就采摘了车前草和鱼腥草，这些是可以治感冒的。很快我就来到湖边的竹林，开始收集竹子，直到晚上我才返回营地。我被这天气冻得瑟瑟发抖，于是我立马拿出车前草和鱼腥草开始熬药。主播真勇啊，这么冷的天还砍了那么多竹子。我等到药草煮好后，一口喝了下去。舒坦，今晚就先不出去了，看看明天雨会不会停吧。隔天一早，山林中升起了一片浓厚的雾。蔡坤看到这一场景，忍不住的笑出声来。看来这几天天气都不好，这雾气能见度估算不超过20米吧。但我丝毫不在意的背起背篓朝营地外走去。今天我要出门寻找亚麻科植物以及制作猎弓的木材。主播能见度这么低，你不怕迷路吗？我边走边解释道。在野外，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辨别方向，而且这2天应该不会有雨了。蔡坤有些不服气道：“你怎么知道？难道你还能控制雨不成？”蔡坤主持人，我劝你还是多读点书去吧。俗话说，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蔡坤顿时懵了，这是啥意思？这话引起了不少观众们的嘲笑。主播这意思是说，大雨过后起雾就会是晴天。没错，不过还要等到中午太阳出来，雾气会不会散才能确定。很快来到了中午，太阳出来，雾气竟真的消失了。可我却发现这竟是我没来过的地方。嘿嘿，落雪你惨了，迷路了吧？其实辨别方向的方法有很多，课本中大家都学过。通过树冠的生长来判断，树冠茂密的一面是南面，树冠稀少的是北面。还有通过观察岩石南面比较干，北面较湿且有青苔。主播真厉害，今天又长知识了。蔡坤一脸尴尬的离开了直播间。很快我就找到了钱麻。主播小心那些毛刺，要是被折一下，那种又痛又痒的感觉会让你终生难忘的。我笑了笑道：“大家放心，我是有手法的。钱麻可以提取麻纤维，将其搓成麻线，就可以用来纺织哦。”随后我又在山林中找到了一些小花椒。不错不错，这下炒鱼终于可以有点味道了。接下来我在山林中探索了一下午，可惜的是并没有找到制作弓箭的紫杉木，只能勉强挑选了一棵白蜡木带回营地。忙活了一天，我准备开始炒菜了，将小花椒和盐放入锅内开始翻炒。很快香辣鱼就做成了。好香啊！大家别客气，我先开吃了。主播绝对是故意的，大晚上在荒野搞起了美食诱惑我们。就是这2天，我看主播晚上吃东西都长胖了5斤。吃饱后，我就开始制作猎弓了。虽说没有紫杉木，但是白蜡木也还凑合。然后配合之前获得的狼金，没多久一把猎弓就制作完成了。今晚就先这样吧，明天我准备开始炼铁制作弓箭了。此时蔡坤正在祈祷着，明天一定要下雨，让这家伙的计划泡汤吧。荒野求生第12天，我准备炼铁制作弓箭，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炼铁的温度高达1500度。从来没有人敢在荒野生存的时候炼铁，我相信落雪可以成功，只要你成功，我就承认你是荒野生存挑战的第1人。此时观众们却有些疑惑了，蔡坤以前不都是和主播对着干吗？今天怎么突然相信主播了？我现在把你捧得越高，等你失败就会摔得越惨。落雪，我们走着瞧。但我却不以为意，毕竟我拥有专家级冶炼知识。紧接着我就去山林中寻找灰色的岩石，将岩石磨成粉末。有了石灰粉，那接下来的炼铁过程起码轻松一半。然后我还制作出来了一个风箱以及石锤等等，光是这些准备工作就用了3天时间。接下来我就准备炼铁了。主播，你有把握吗？炼铁可是要有1500度高温哦。当然有把握，
我前天找到的石灰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制作水泥的原材料之一。不过我把它放在熔炉中，碳酸钙在高温下会分解成氧化钙，俗称石灰。石灰会和铁矿中二氧化硅进一步发生反应。就这样，我一边解释化学冶炼知识，一边动手操作。所以炼铁不一定需要融化。观众们听完后瞬间沸腾了。主播没想到你还懂化学知识。我怀疑主播参加节目之前是不是打铁出身的？我笑了笑，便开始专心打铁了。这种加热后的铁块可塑性会提高，只有反复锻打，降低其碳含量，变成熟铁后才能使用。就这样一天过去，我累瘫在了木椅上，倒头就睡。就这样持续了大半个月，我一共打造了14件铁器、10个弓箭、1把匕首、1个锄头和1个长矛。观众们都惊呆了。主播666。百炼成钢，主播这技术锻打的铁，怕是比钢也差不了多少了吧？低调低调，比钢还差得远呢。不过炼钢其实我也会。楼上的别说了，主播又开始装了。而此时导播间内，蔡坤却是郁闷不已。野外怎么可能炼铁？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另一边，我正在练习射箭。主播射箭挺准啊，不如趁热射几只鸟回来。首先，我没惹你们任何一个人，为何要针对我？我笑了笑道：“没问题。”今天就用弓箭狩猎。就在我出发寻找猎物的过程中，导播间内发出提示：荒野生存第30天，8人退出，剩余选手11人。我微微一愣，这就第30天了，我怎么感觉没来多久呢？主播，你当然没感觉，你每天不仅吃肉，还有水果，但其他选手每天都在饿肚子。说的也是。紧接着，我继续寻找猎物。我躲在草丛中，瞬间射出一箭，一只鸟就掉落了下来。嘿嘿。今天可以吃鸟了，没想到主播剑术竟这么强，在下佩服。羡慕主播，今晚又有口福了。没事，今晚你们也有眼福了。观众顿时懵了。主播，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也太气人了。大家别拦着我，我控制不住我的40米萝卜刀了。此时蔡坤正在补习大量的荒野知识。落雪，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荒野求生第30天，我用弓箭1下午射中了10只鸟，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嘿嘿，我刚收到气象台信息，明后天将会下暴雨，甚至会有洪水，但我却浑然不知，还在一边和观众聊天，一边炒着菜。好香啊！我先给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主播太可恶了，明明是荒野节目，竟然每天晚上拿美食诱惑我们。楼上的，你还是太年轻。我知道主播今晚又要制作美食，所以我晚餐留到现在才吃。我们都是老观众了，主播吃饭了，我们也开始干饭吧。直播间顿时一群人竟都开始吃了起来。隔天一早，我拿起铁锤准备去收集盐矿石，毕竟上次提炼的食盐已经不多了。很快我就装满了一大背篓。在返回营地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有成群的蚂蚁路过。蚂蚁搬家，我连忙抬头看向天上，前1分钟还是晴空万里，现在天空却布满了乌云。大家看到这对蚂蚁没有？接下来恐怕会下一场大雨了。主播，你怕啥？你上次大雨都出门收集物资了呢。这次不一样，你们看附近树都被吹动了起来。这一次我也不确定大雨会持续多久，所以我必须先做好防洪准备了。说完，我连忙回到营地，开始用锄头挖排水沟。主播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怎么可能会有洪水？主播说的是真的，我手机刚刚收到信息提醒，神农架附近会有局部强降雨。我顿时无语了，观众都是骗子，以前还说我比天气预报还准，结果没一个相信我。怎么感觉主播现在有点可怜？接下来我就没理弹幕，开始专心的挖排水沟。1个小时后，终于是完工了。此时风也越来越大，没一会儿大雨就下了起来。还好在下雨前将排水沟挖好了，不管这场雨下几天，我满屋子的食材根本不慌。同一时间，其他选手可就惨了。柴火被雨淋湿后，就只能躲在木屋内，被冻得瑟瑟发抖。这风好大啊！不知道我这庇护所能不能顶得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暴雨竟越下越大，有个在河边驻扎的选手木屋都被洪水淹掉了一半。这暴雨太恐怖了，这要是待一晚，我恐怕要被洪水冲走了。紧接着他就拿出卫星电话，选择了退出比赛。另一边，我却在屋内炒香辣鱼。主播你心真大啊！其他选手现在都在担心木屋安不安全，你还有心思炒菜？我笑了笑，解释道：“我这里地势很高，再加上我提前挖好了排水沟，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雨水涌入木屋。”说完，我又开始吃了起来。此时，导播间内接连不断的收到选手们的退出提示。白林路担忧的说道：“德爷，这次的大暴雨不会让所有选手都退出了吧？”
德爷摇了摇头道：“没办法，这次大暴雨我们也没想到，明天再看结果吧。”隔天一大早，德爷拿到淘汰名单，宣布道：“荒野求生第32天5人退出，剩余6名选手。”蔡坤连忙去看落雪有没有退出，却发现我一大早竟喝着热水和观众们闲聊着。哟，蔡坤主持人才多久没见，你这么快就想我了？蔡坤顿时懵了，可恶，竟被这家伙躲过一劫。不过荒野生存还有2个月，落雪我们走着瞧。荒野求生第32天，洪水慢慢退去，我准备先去把水车建造好，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落雪选手为了能少走几步路取水而建造水车引水，简直不要太搞笑。蔡坤，你别酸了，主播有这实力，你气不气？看到蔡坤憋屈的样子，我笑了笑道：“好了，我还是先准备些早餐，吃饱后再建水车去。”没多久，一桌丰盛的早餐就做好了。观众们看到早餐都懵了。主播，你管这叫早餐？我在家都吃不到这么多肉，主播在荒野竟这么丰盛。我笑了笑道：“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吗？”随即我就开始了干饭模式。吃饱后，我就带着藤条、竹筒等等材料朝河边走去。首先我将水车轮廓做好，然后再将竹筒分别挂在水车外圈。一项一项的工作有序进行着，6个小时后，终于是做成了。主播你也太厉害了，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在荒野做水车呢。这有啥大惊小怪的？不是有手就行。主播又开始装了，大家闪开。接下来就是将竹筒拼接好，直接将竹筒接到了营地的槽缸处，水流便直接顺着竹子做的水槽流了过来。主播，你这方法确实好，不过槽缸满了怎么办？不用担心，调整下竹子，把水引到后山就行。观众们看到这，瞬间沸腾了。好家伙，主播竟是不想跑河边取水，就直接造了一架水车。主播，你能再教我一遍吗？我还是没懂。于是我又开始讲解了起来。就这样一晚上过去，隔天一早，我拿着弓箭准备去森林狩猎。过不了多久就会迎来冬季，到时候食物可就不好找了，所以趁现在多囤点。森林区域在河对岸，那里我还没有探索过，说不定就会遇到大型动物，所以我变得格外的警惕。这一路上我看到了不少的蕨菜，其中大部分都是能吃的，不过我并没有采摘，因为前方的草地上竟出现了鹿群。这么多鹿，看来主播过冬的食物不愁了。今晚又可以换新口味了。我小心翼翼地朝鹿群靠近，然后果断抬弓瞄准，一击命中。忽然一只大鸟也扑到了一只鹿，观众顿时懵了。主播，你啥时候养的鹰啊？还帮你捕猎吗？我摇了摇头道：“这不是鹰，是金雕。金雕经常是2只一起联合捕猎，我们只看到1只，这附近应该还有1只。那主播能捉住它吗？”我被这话吓一跳。你在开玩笑吧？金雕可是食物链中顶尖的猛禽了，就连狮子、老虎这些动物都拿它没办法。好在它还没有盯上我刚刚狩猎的鹿。金雕这么厉害，那主播你现在不会有危险吧？我笑了笑，我可是拥有专家级狩猎技能的，要是这只雕敢碰我的猎物，那就别怪我了。不会，我有弓箭在手，大家放心。就在这时，又迎来一群不速之客，而且盯上了我的那头鹿。观众们又是一惊，主播运气太差了吧？这群是野狼吗？不是，这是柴狗，比狼群更难缠。此时导播间内，白林鹿担忧地说道：“德爷，落雪选手现在很危险，要不要让人过去帮帮他？”蔡坤插嘴道：“不用，落雪自己都没打电话，我们急什么？再说落雪有那么多厉害的技巧，说不定他自己就有办法解决呢。”德爷无奈地点头道：“先看看落雪要不要打电话退出吧。”听到这话，蔡坤内心狂喜。落雪，我看你现在怎么办？荒野求生第33天，我的猎物被金雕和柴狗盯上，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落雪选手，看来你的猎物要被柴狗拿去了。就是啊，主播你别怕啊，再不上你的猎物就要没了。我看落雪选手还是赶紧跑吧，回去采点野菜吃，将就下。我并不想理会蔡坤，而是解释道：“你们别小看柴狗，柴可是很强的犬科动物，体型虽小于狼，但战斗力却高于狼。”观众们纷纷表示怀疑：“主播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柴狗怎么强了？”柴狗之所以强，是因为它们比狼群团结，就好比2个狼群碰面可能会发生争斗，而柴狗就不会，则是合作捕猎。对了，它们还有个外号叫做钢厂主任。观众们顿时一惊：“好家伙，这柴狗就是人海战术呗，而且还不讲武德。”那主播岂不是有点危险了？我微微一笑，我可是拥有专家级攀爬技能的，只要爬上树，柴狗就没什么威胁了。看来落雪选手很有自信啊，那你倒是赶紧动手啊！不急，
金雕也不是好惹的，我们先看看情况。原来主播想要坐收渔翁之利啊，不过我喜欢。主播好策略，这苹果14不得不刷了。你咋回事？主播左下角早更新到苹果15了，这么快就更新了？我这台才刚领啊。不得紧跟节奏吗？厂商在左下角放了8000台苹果15和 iPad Pro 做专属福利，看到视频的都能优先领。能抢着吗？就8000台。这批只有我这有，不就好抢了？而且这次降低了门槛，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我看好多粉丝也领到了。算了，华为才是遥遥领先。巧了，左下角为支持国货，又加码不限量华为 Mate 60配套送，都1TB 顶配机。谁都能领吗？这么好的福利，只有从我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能领。记得装备上古神剑自带剑气，剑剑清平，一天直升300级，完成任务苹果华为秒发货。马上去。此时2只柴狗正朝金雕扑去，金雕连忙躲闪，驱赶走金雕，柴狗便想将鹿给拖走。可随着金雕叫声响起，另一只金雕突然出现，将那2只柴狗抓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柴王见势不妙，开始发出撤退的命令。好机会，柴狗开始往这边撤退了。我果断抬弓瞄准，双剑齐发，直接将2只柴狗解决。柴王顿时懵了，这草丛竟然还有个老六，我服了。这3只柴狗迅速撤离，我开心地朝柴狗走去。嘿嘿，看来又多了2只猎物。此时观众们瞬间沸腾了，真是渔翁得利啊！主播厉害了，连天上的2只金雕都不敢落下了。你当我家了，落下去接冷箭吗？主播这是双剑定乾坤啊！我笑着摇摇头道：“之前那只鹿已经被雕吃过了，那只就送他们吧，我带1只鹿和2只柴回去就行了。”然后我就悠哉悠哉地返回了木屋。我用斧头将肉全部切成小块，腌制在槽缸中。收拾完一切，就开始吃晚餐了。吃饱后，我对着观众说道：“今天收获还算不错，不过这些食物还不够我过冬。”于是我就拿出之前获得的麻线，开始制作渔网。主播竟然连编织渔网也会。有了渔网，主播你不会还打算造木筏出来吧？我笑了笑道：“当然了，不过如果我做，肯定不是那种简单的木筏，而是漂亮的大船。”聊着聊着，渔网就制作好了。那主播明天是不是要去捕鱼了呢？我摇了摇头道：“今天柴狗逃走了几只，他们可能会回来报复，所以我明天必须清理掉这个隐患才行。”而此时导播间内，蔡坤却是郁闷不已。没想到这次不仅没让落雪吃瘪，还让他获得了这么多物资。我要画个圈圈诅咒你。荒野求生第34天，我在森林寻找昨天的柴狗群，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一个人还敢和柴群正面刚，真是不自量力。”可下一秒我就使出专家级狩猎技能和格斗技能，将柴群全部解决了。观众们瞬间沸腾。主播666，这波操作我给满分。主播太强了，无论是荒野知识还是身体强度都远高于其他选手，在下佩服。离谱，这还是个正常人吗？我笑了笑，就将柴群带回了营地。看着满屋子的食物，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里的肉起码可以吃上1个月了，不过天天吃肉可不行，还得搞点蔬菜和鱼吃吃。听到这话，观众们都无语了。主播你可是在荒野求生，竟然还想着营养均衡。我看其他主播储存了几条鱼竿就飘了，你竟然还不满足？以后天气就会降温，我可要早做准备。接下来我先开始在木屋前建造篱笆，防止我不在家时有动物跑进屋内偷食物。用了整整1天，篱笆终于是建造完成了。明天我应该就可以去建造木筏，用渔网捕鱼了。听到这话，蔡坤顿时心生一计。落雪选手这么厉害吗？那明天你肯定能造出精致的木船吧？对啊，主播肯定可以。我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做起了晚餐。这蔡坤又玩这一招，想把我捧得越高摔得越惨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隔天一早，我带着工具来到了竹林，我拿出斧头，将所需要的竹子全都砍了下来。主播，你都快将这里薅秃了。就是主播又在这破坏环境。我顿时无语的指了指地面。大家看到这里没有？这是竹笋，就算我砍掉这些竹子，到明年这个时候，这里竹子还是会长出来的。解释完，我就拿出工具开始制作木船了。1小时后，木船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主播厉害了，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拿渔网捕鱼啦？我笑了笑道：“不急，我们先试一下，看看木船能不能浮起来。”紧接着，我将木船推到浮内，浮力完全没有问题。经过测试，这条船最少能承重400公斤以上。毫不夸张的讲，就算将1头马放在上面，船都不会沉。呵呵，这有啥用？昨天我还以为你会把船做得精致呢。说实话，主播你这船有点简陋了。蔡坤主持人别急，这才刚刚开始呢。紧接着我就将船拉回陆地，开始改造了起来。首先我用竹篾编了一个船棚，
这样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都不怕了。然后再制作了一个椅子，在钓鱼或者捕鱼的时候，累了还可以坐着休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也暗淡了下来，我终于是将木船改造完成。观众们顿时一惊，主播，我要抱你大腿。我开始以为这就是普通的木船，结果没想到主播竟然改造成了设备齐全的木船。我严重怀疑主播这船做出来是不是真的为了捕鱼？而此时导播间内主持人都看呆了。德爷，这木船你能1天内做出来吗？这难度太大了，落雪怎么会这么多生存技能？怎么感觉比我还有经验呢？旁边的蔡坤却是不服道，我就不信落雪这家伙什么都懂，还有2个月看我怎么对付你。荒野求生第35天，我成功建造木船，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落雪，你还是太天真了。另一名梦亮选手，他做出了竹筏，可是钓了2天都没收获呢。但我并不知情，还在湖中寻找着鱼群。这湖里白条鱼很多，可个头都太小了，我根本不感兴趣。另一边，孟亮刚发现了大鱼群，直播间画面中就出现了一艘船，孟亮顿时懵了。主持人不是说附近没有村落吗？这木船是哪来的？此时我显得格外的兴奋。1个多月，终于看到其他选手了，不容易啊！随即我就向他靠近打招呼：“老哥你好啊！”而孟亮通过弹幕得知我是落雪后，丝毫感觉不到喜悦。我的木筏和他的大船相比，谁能高兴得起来呀？但孟亮还是露出一个笑容回道：“你好，落雪。老哥，你认识我？谁不知道你的大名啊？前些天又是炼铁，又是做木船的，想必这船你花了不少时间吧？”我笑了笑，点点头。是的，我1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孟亮恍然大悟，瞬间心里平衡了不少，难怪做得这么好。这时观众们都忍不住的嘲笑道：“主播，你别听落雪说的，他这船昨天1天就做好了。”我看落雪是怕打击到孟亮吧。孟亮顿时一惊：“啥？我这破木筏都做了2天，这家伙1天就把木船做好了？”我看到孟亮仿佛受到1万点暴击的样子，连忙解释道：“虽然我只用了1天。不过从1个月前我就开始收集材料了，所以没那么夸张。”这时一大群鱼游过，这里鱼真大啊，个头起码都超过10斤了。老哥，我可以捕吧？虽然我先找到，但这又不是我家的，当然可以钓鱼。不过你都没有鱼竿，怎么钓？可下一秒我就拿出了一张渔网。你为啥还有渔网？老哥别问了，趁着现在鱼多，赶紧钓鱼吧。随即我大把的将鱼抓了上来，而孟亮只能默默的等待鱼儿上钩。半小时过去，所有观众都被我捕的鱼惊呆了。主播666，这么多鱼起码上100斤了吧？按照主播这种收集食物的速度，怕是能在荒野生存几年了。而孟亮那边却只钓上来1条鱼。若雪，你是个正常人吗？算了，我还是早点退出比赛吧。老哥别走啊，这2条鱼给你，接住了。说罢我就摆手离开了这里。我拿着几桶鱼返回营地，将这些鱼全部腌制在陶罐里。忙活完后，我就开始做起了晚餐。这下2个月内的食物已经储存够了，明天再采集些野菜就完美了。隔天一早我就出门寻找野菜，找了10分钟左右，我双眼突然一亮。看我找到了什么？这叶子又细又长，这玩意好像一颗葱啊。没错，这就是野葱。野葱营养价值丰富，而且还具有消肿的作用呢。关键用来做菜，还能去除腥味。我一边和观众们解释，一边收集着野葱，很快就收集了满一筐。不错，今天午餐就吃大葱炒肉。此时导播间内主持人都懵了，这家伙不会真的把我们荒野求生节目搞成了荒野美食吧？蔡坤很是不服气道：“可恶，这落雪运气也太好了。不过在荒野做美食，落雪选手就不怕引来棕熊吗？”荒野求生第36天，我坐船捕获了上百斤鱼，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这森林可是有棕熊存在的，落雪捕了这么多鱼，可千万别被棕熊闻到气味哦。我并不想理会蔡坤，而是准备上山采些蘑菇吃。可是找了1小时，就只采了1朵菌。蔡坤忍不住的笑出声来。看来今天落雪选手运气不好哦。就是，我看主播还是别费力气了，野山菌哪有这么容易找到？但我却丝毫不在意。反正我储存的鱼肉都够我吃2个月的了，今天就找1天蘑菇当锻炼身体了。很快我来到了一片松树林，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大片蘑菇。果然还是松树林的蘑菇多，好多蘑菇啊，羡慕了。先别羡慕，这片蘑菇表面是绿色的，其实这是一种叫毒鹅膏菌的蘑菇，是不能吃的。观众们恍然大悟，懂了，今天又长知识了。发现这种绿帽菌其实也是个好兆头，说明附近肯定还有很多菌类。整整一上午，我就找到了牛肝菌、平菇等等各种野山菌。而此时我来到了山崖附近，
忽然我双眼一亮，这是松茸。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什么？竟然连松茸都有？我看那些新鲜松茸好像是1、2千块1斤呢。但我却随手丢进了背篓，然后又采了几朵。主播，你知不知道这松茸有多珍贵？什么珍不珍贵的？不就是口吃的吗？接下来我将附近的野山菌采完后，就在石头上休息。忽然前方不远处有一只毛茸茸的动物正在靠近，我被吓得一激灵。要不要玩这么大？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棕熊啊？主播这运气没谁了。好可爱的熊宝宝啊，说不定小熊是来找主播玩的呢。这起码300公斤的棕熊，你跟我说熊宝宝，他一巴掌，我这小身板不得直接起飞了。我连忙跳下石头，开始逃跑。主播，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棕熊还没追你呢。等到他追我，那我就完蛋了。棕熊的奔跑速度超过40千米每小时，耐力特别高，在野外休想跑得过一头棕熊。不过现在让我最担心的是，熊的嗅觉可以轻松闻到20公里外食物的味道。假如那头熊跟上来，闻到了我营地储存的鱼的味道，那我的小木屋也就别想要了。我一口气跑回了营地，现在我必须做好准备，防止棕熊进入营地。射箭不行，长矛不行，斧头更不行，看来只有挖陷阱这一个方法比较靠谱了。紧接着我进入系统面板，这1个月内我的人气值储存了15亿，现在是时候用了。于是我直接用掉2亿人气值，进行了2000连抽。这次获得了25点属性点和8个专家级升级卷轴，以及大师级驯服技能。系统这个驯服技能有啥用？驯服技能可以向动物传递威慑、友善等多种情感，获得动物的认可。难道说我要成为这片区域的霸主了吗？接下来我岂不是要拥有一头熊当坐骑了？此时导播间内主持人们却是一脸疑惑。德爷，这落雪在这傻笑啥？我也不知道，难道他有办法对付棕熊了吗？不可能，就他一个人还想和熊斗，简直不自量力。我看他傻笑8成是想退出比赛了。荒野求生第37天，我竟然遇到了棕熊，而主持人泰坤却内心狂喜。在野外遇到棕熊，看来你这小子要退赛了。白林路德连忙拿起电话提醒工作人员，随时做好救援准备。但我并不慌，还沉浸在获得大师级驯服技能的喜悦中。这时系统却提醒道，驯服技能是需要在战胜对方的前提下，并且还需要投喂食物等方式才能让猛兽真正臣服。我顿时无语了，我要是能打赢棕熊，那还需要驯服干嘛？看来只能靠自己了。于是我拿起锄头开始挖了起来。主播，你要干什么？我笑了笑道，我准备挖个陷阱。陷阱？难道主播是为了对付那头棕熊？主播是不是太小心了？难道那头熊还会找到这里来吗？对呀，棕熊出没的地方到木屋，起码有10公里路程吧。我摇了摇头道，棕熊都是靠鼻子追踪气味的，在它缺乏食物的情况下，就算是20公里，它们都会追过来。观众们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主播木屋储存了大量的鱼肉，说不定棕熊早就闻到气味了。没错，所以我必须提前做一些准备措施了。另一边导播间内，白灵鹿焦急地问道，德爷，在野外如果碰到了棕熊该怎么办？泰坤插嘴道，还能怎么办？要不然让落雪表演个装死，看能不能骗过黑熊。德爷却是摇了摇头，这样是没用的，熊可能会试探着拍打猎物，看猎物是否活着。假如真遇到棕熊出现在营地，只能祈祷熊不饿了。而此时我已经挖了一个2米多深的大坑，我心中早已有了计划，那就是设置尖刀装陷阱。我拿着手工具将竹子的2头削尖，然后将这些竹子插在了陷阱里。主播666，这个陷阱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落到这个陷阱里，棕熊恐怕也吃不消吧。而德爷却并不是这么认为，挖坑起码要超过6米才能困住棕熊，2米别说是熊了，人都困不住。不对啊，落雪不是还布置了竹子吗？熊的皮下脂肪很厚，竹子顶多只能让它受伤，而这样还会惹怒棕熊，所以这次落雪怕是凶多吉少了。另一边，我将草铺在陷阱上，然后就开始悠哉悠哉地做起了晚餐。我一边炒鱼，一边飞快地计算着。棕熊力量惊人，嗅觉听觉灵敏，战力可超过3米，仅仅靠这个陷阱不足以困住它。不过它的弱点就是它的鼻子，猛击它的鼻子就可能导致它晕倒。想到了办法，我便开心地吃起了炒鱼。观众们都惊呆了，主播你疯了吗？熊都快来了，你竟然在吃鱼！看来落雪选手连一点常识都没呢。熊对鱼腥味十分敏感，都不知道。我知道啊，不过我都饿1天了，总得吃饭吧。其实我是故意的，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假如不用美食早点引诱熊出来，
那我今天睡觉都睡不踏实了。忽然前方的树木倒下，一头棕熊出现在了我面前，我连忙将手中的鱼丢到了陷阱上，棕熊直接朝鱼飞扑过来，紧接着熊就被陷阱刺中，我心中一喜，连忙上前查看。这时2只熊爪伸了出来，棕熊站立起来想要爬出陷阱，但我并不给他机会，抡起长矛朝他鼻子戳去，棕熊眼前一花就跌回了坑里。与此同时，主持人们都惊呆了，这落雪是个人才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而蔡坤却是郁闷不已，又被这落雪装到了，我不服啊！荒野求生第37天，棕熊闯入我的营地，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但下一秒棕熊就被我的陷阱困住。我上前用长矛击打熊的鼻子，一次又一次的将棕熊给击倒，观众们都惊呆了，太离谱了，连熊都打不过主播。主播666。1个小时后，棕熊终于是筋疲力尽了。这么大的熊处理起来好麻烦啊，看来今晚又睡不成了。主播又开始装了，大家闪开。紧接着我就一边处理熊一边和观众们聊天。主播，如果在野外遇到熊，我可以像你一样用棍子抽它鼻子吗？我笑了笑道，前提是你的棍子能抽到它。熊的反应速度并不慢，而且力气惊人，如果不是我提前用尖刀装陷阱限制住了它，我也不敢保证能打中它的鼻子。这一晚就在聊天中过去。隔天一早，我将肉全部整理好后，就跑到床上睡觉去了。接下来的2天，我每天除了砍柴就是吃饭，完全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了。现在储存的肉和鱼都够我吃2个月了，羡慕了，我在家里都没主播在荒野吃得好。主播太强了，我看其他选手天天都在啃野菜坚持呢。这2天我都吃腻了，准备去竹林换换口味。主播你又准备干啥？今天主播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抓竹鼠。主播好身手，给你刷点华为 Mate 60助力。不愧是大哥，这新款华为官网都断货了。主播左下角随随便便就能领个10台8台，还是全新顶配机。哪有这么好的事？骗你干啥？我这都是官方发货的，第2台也快到手了。我是验证过了才和左下角合作的，里头1万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是人人有份。我看下载的基本都领到了，你们也赶紧的。新款的苹果15都有，该不会很难领吧？放心，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隔天送货到家。会不会很久才能领到？不会，你认准我左下角极速链接，装备神器上古神剑自带剑气，剑剑清屏，2天飙升500级，苹果华为都能快人一步拿下。我们去试试。很快我就在竹林发现了3个竹鼠洞，我上前查看竹鼠洞后摇了摇头道，这里的竹鼠洞并没有竹鼠，我们寻找下一个地方吧。主播你在开玩笑吧？你都没挖，怎么就说没有呢？我指了指洞口道，这3个洞口都是敞开的，洞口泥土很干燥，还有枯枝落叶，这些迹象都表明洞内没有竹鼠。我一边寻找一边向观众们解释着。忽然我看到一个枯萎的竹子，于是我就在附近地面搜寻了起来。找到了，洞口在这里。洞口这么隐蔽都被找到了，主播运气也太好了吧？这可不是什么运气，竹鼠喜欢生活在芒草地和竹林中，在竹林中如果发现有竹子无故枯萎的现象，说明大概率有竹鼠。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而且这里洞口被封住，泥土很新，里面很有可能有竹鼠。一般来说，竹鼠洞有4个洞口，主要分为取食道、避难道、排泄道、粮草道。我找到4个洞口，就拿出金属线开始布置陷阱。很快，一个简单的触发器就做好了，只要竹鼠经过就会被吊起来。主播，你是不是忘记在陷阱处放诱饵了？此时蔡坤又忍不住的出来嘲讽道：“我看落雪选手最近的生活太安逸了，连这种基本操作都忘记了。”我布的陷阱不需要诱饵。观众们顿时懵了，落雪选手真是越来越会吹了。飘了，主播飘了。蔡坤主持人，请动点脑子好吗？陷阱就在竹鼠家门口，要什么诱饵啊？说完，我就拿出斧头在洞口附近敲打。忽然，一个竹鼠窜出，立马就被陷阱吊在了空中。还没等众人反应，第2只竹鼠又跑了出来。我直接甩出斧头，精准命中竹鼠。这时，所有观众都惊呆了。主播这反应速度太快了吧！厉害了，主播，你是怎么把竹鼠引出来的？其实也不难，这叫做敲穴金属法，通过惊吓到洞内竹鼠，将它们吓出来。很简单，都是基本操作。另一边，导播间内主持人都被这捕猎知识惊呆了。这样下去，落雪肯定能在荒野生存3个月。我必须得想个办法对付他。荒野求生第38天，我布下陷阱捉到了2只老鼠，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嘿嘿，我刚收到气象台信息，荒野求生即将迎来寒潮，落雪你蹦跶不了几天了。但我却浑然不知，还在烹饪干锅竹鼠。很快，一锅美食就完成了。大家晚上还没吃吧？
我先帮大家尝尝。观众们都习惯了，早就知道主播要干饭，兄弟们，我们也开饭了。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参赛选手从6人淘汰成了3人，同时主持人们也收到了气象台的信息，明天即将迎来寒流，据专家预计温度会降到-10度。听到这消息，蔡坤内心狂喜，看来咱们节目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哎，有点可惜了，希望选手们能够坚持住吧。此时我正在悠闲的钓鱼，现在主播的食物根本吃不完，钓鱼都成为主播的一项乐趣了。我简直太羡慕了，啥时候出双人组队的荒野求生？我要抱主播大腿。我笑了笑，就将整整1背鲈鱼带回了营地。隔天一早，寒流不期而至，我打开房门，被冻得瑟瑟发抖。好冷啊，今天气温下降有点猛哦。于是我回到木屋内，开始煮鱼吃。主播吃完早餐，你准备干嘛？今天还钓鱼吗？不，今天天气太冷了，我准备泡澡。观众们顿时惊呆了。什么？我没听错吧？荒野求生，你来泡澡？此时导播间内，德爷开始对韩朝分析了起来。老猎人冯李66岁，虽然储存了不少的食物和柴火，但是吃完后就必须出去寻找。冬天本来就是各种缺乏食物，就算是老猎人也很难抓到。另一名植物专家赵叔，这小身板冬天来了，恐怕也难撑几天。这么说，落雪的赢面最大吗？蔡坤却不屑地反驳道：“怎么可能？这就一毛头小子，他肯定第一个退出。我们这就去看看他。”3位主持人进入我的直播间后被惊呆了，什么情况？这家伙竟然在泡澡！说好寒流来袭呢，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一丝丝紧张的气氛？3位主持人好啊，你们不用太惊讶，其实我前2个月就为了过冬做好准备了。你看我还做出了肥皂呢。观众们傻眼了，要不要这么离谱？就连肥皂都做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制作肥皂其实也不难，你们只要这样，然后再那样就好了。好厉害！不过我一句都没听懂。楼上的，你没听懂，怎么知道厉害？对啊，就是因为听不懂才觉得厉害。对了，有观众在神农架山脚下吗？说说你们那里现在温度是多少？我这里8度，我这里也差不多7度。主播为什么这么问？我笑了笑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6摄氏度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比山脚下位置高700米到1000米左右。如果按8度计算的话，我这里现在的温度应该在24度之间。”话音刚落，直播间瞬间沸腾了。主播竟然连温度都计算出来了。主播666。而蔡坤却是嘲讽道：“就算你猜出来温度又怎么样？这么低的温度，我看你怎么外出寻找资源。”但我却丝毫不在意，而是从木桶内拿出了一件熊皮大衣。不好意思，恐怕又让蔡坤主持人失望了。可恶，我就不信你每次都能赢我。荒野求生第60天，寒潮来袭，我在木屋内泡澡，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让你嚣张，这只是寒潮的第1天，后面几天还会更冷，我看你退不退出比赛。”但我却丝毫不在意，而是掏出了我的熊皮大衣。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厉害了！没想到主播还懂得针线活，深藏不露啊！那可不，咱能文能武，根本不需要担心这寒潮。可我刚想出门，就开始下起了雨，并且气温还在进一步下降中。没办法，我就只能在家中做饭了。我熬制了一锅蘑菇汤，然后就躺在木椅上，一边喝着汤，一边和观众们闲聊着。今天这种天气不适合外出，明天再看看吧。隔天雨停了，不过温度降到了0度，但我还是选择了外出寻找食物。昨天喝的蘑菇汤真好喝，今天多去弄点来。今天的目标就是眼前的松鼠。主播又在打什么歪主意了？不会吧，松鼠那么可爱，不要吃啊？谁说我要抓它们来吃了？那主播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呢？跟做贼一样。我只是说不吃它们，可没说不打它们的主意。我就知道主播没安啥好心。说吧，你跟踪松鼠干嘛？我笑了笑道：“当然是找他们储存的坚果了。”主播你也太狗了吧！就是你把松鼠的食物全都拿走了，他们冬天怎么过？我无语的解释道：“你们知道松鼠每年秋天会储存多少过冬的食物吗？多少？”我指了指松鼠道：“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储存坚果的仓库，而且松鼠的储存仓库有很多，待会带你们见识一下。”很快，松鼠就抱着一个坚果回到了树上，而我则是慢悠悠的朝树下走去。松鼠看到我后，发出吱吱的警告声。无语，有老六要偷我们食物了。此时，我正在挖松鼠的仓库，各种坚果被掏出，榛子、松子、橡子、核桃应有尽有，但我却摇了摇头道：“哎，看来今天运气不咋样，都没有蘑菇。”观众们顿时懵了。主播这也太装了吧！
这么多坚果还不满足吗？大家可能不知道，松鼠会根据坚果品质埋藏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这种埋在松鼠巢穴旁边的坚果就属于次一等的坚果，品质上佳的坚果，松鼠会埋藏在远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宝藏呢。观众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松鼠这么聪明啊！就算一处被发现，根本不影响它们过冬。是的，不过今天雨才刚停，不会有很多松鼠出来，只有连续几天晴天，那才是松鼠活跃的时候。说罢，我就将坚果收齐，返回营地，回到木屋，削开核桃，我就吃了起来。真香！吃了几个核桃后，我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核桃中脂肪比较多，吃多了不利于消化。主播，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装了。你知道其他2名选手每天都在省吃俭用，而主播却在说吃多了不消化。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另一边，导播间内蔡坤却是郁闷不已。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怎么什么都懂呢？荒野求生第61天，我掏空松鼠的洞穴，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这落雪竟然还有心思找坚果，可千万别被其他动物盯上了。但我丝毫不在意。昨天找到了不少的坚果，今天咱们继续去找松鼠。没多久，我就在几棵树上发现了松鼠。松鼠发现我后，发出吱吱的警告声，但我还在慢慢的朝松鼠靠近。这松鼠也太憨了吧！是啊，看到人竟然还不跑。我笑了笑道：“换别人松鼠肯定就跑了，但我可是有秘诀的。”观众们顿时唏嘘不已。殊不知我是使用了大师级驯服技能，向松鼠释放自己的善意，松鼠这才没跑。这几棵树并没有松鼠洞，说明松鼠可能就是在这玩耍。主播，你准备干嘛？当然是找松鼠洞。松鼠一般会将坚果之类的埋在地下的洞里，而干蘑菇松鼠则会储存在树洞里面。好家伙，这松鼠太可怜了！主播昨天掏松鼠坚果，今天又要掏松鼠蘑菇了。就这样过了1个小时，松鼠玩够后就准备返回巢穴。它们在树上不断的跳跃着，观众们顿时懵了。松鼠弹跳能力这么好吗？太厉害了吧！这有啥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基本操作吗？基本操作？主播你在和我开玩笑吧？我笑了笑，解释道：“其实秘密就在它们的尾巴上。松鼠跳跃的时候会把尾巴挺直，从而增加它们滞空的时间。别说这点距离了，就算10几米都不成问题。”观众们顿时震惊不已，这也太神奇了！我也想要这样一条魔法尾巴。在闲聊中，松鼠已经回到了巢穴里面，而我却被这大树的高度吓一跳。这时蔡坤主持人忍不住的嘲讽道：“落雪选手恐怕高兴得太早了吧？这树起码有10几米，你难道能飞上去不成？”太搞笑了！主播一路跟着松鼠到这里，结果才发现自己根本上不去。我可是拥有专家级攀爬技能的，上树岂不是简简单单？说完，我就抱着大树，手脚并用，飞速朝松鼠洞爬去。仅仅1分钟就爬到了10米，蔡坤都傻眼了。这家伙是猴子变的吧？主播666，人猿泰山也不过如此了吧？我笑了笑，就开始掏松鼠洞了。这树上有不少的巢穴，各种干蘑菇通通收入我的背篓内。主播都装了半篓蘑菇了，还要拿多少啊？主播，求求你留给松鼠宝宝一点吃的吧。同一时间，导播间内德爷收到了选手的退出提醒。很遗憾，植物专家赵叔被狼群包围，被迫选择了退出比赛。荒野求生第61天，剩余选手2人。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经收集了满满1大筐蘑菇。这女生有点厉害哦，竟然坚持到了61天。主播，你紧张吗？只剩下你和冯里选手了哦。我顿时有点无语，这有啥紧张的？我木屋里还储存着300斤鱼肉呢，而且还有干果小零食吃，简直不要太悠闲了。此时，另一个直播间老猎人冯里也是微微一愣，这么快就只剩下2个人了吗？那么接下来就看看是我宝刀未老，还是你这个后浪更胜一筹吧。与此同时，导播间内蔡坤正在为冯里加油。冯里老爷子加油，我相信你，咱要让落雪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荒野求生第62天，我的食物竟被松鼠偷了，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万万没想到，落雪也有吃亏的一天。嘿嘿，我这波回手掏可还行。隔天一早，我顿时懵了，什么情况？我昨晚炒的松子呢？主播昨晚睡着后，松鼠过来拿走了。太搞笑了，主播在狼和熊那都没吃亏，竟然被松鼠欺负了。算了，今天心情好，我不跟松鼠计较。早上先炒点榛子吃吧。我将榛子放入锅里，就开始翻炒起来。刚炒熟榛子，篱笆前竟出现了2只松鼠，我顿时一惊，这2个小家伙还在我家吃上瘾了。小松鼠要遭殃喽！
记得之前几只偷肉的野猫吗？就因为偷了一口吃的，就被主播追了半个山头。我估计这2只松鼠全都跑不掉了。而我却笑了笑，准备实验自己的驯服技能。我是好人，松鼠别怕。我没说几句，没想到松鼠竟就朝我走来。你们想吃可以，不过吃了我的食物，那就是我的松鼠了。观众们被这情景惊呆了。小松鼠，千万别上主播的当啊！别担心，我觉得小松鼠听不懂落雪的话。可下一秒，这2只松鼠竟然点了点头。这一刻，所有人都懵了。我这哪是在看荒野生存节目，竟然还和动物交流上了。我笑了笑，将榛子拿给了松鼠吃。这波空手套白狼可还行，用昨天在他们那拿的食物换来了2只宠物小松鼠。这波操作666，刷个国货之光 Mate 60。华为 Mate 60，听说排队都买不到，你说刷就刷啊？主播左下角多的是我领的苹果15 Pro Max 刚发货。真嘟假嘟，这么好，不会是连环套吧？我验证过了，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里头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都是1万份打底的，你们也去领台呗。我这手速怕是抢不过别人。放心，链接在就有库存，而且我特意申请了不限量 iPad Pro 做保底福利，保证下载的人都能领。要拉人助力吗？不用，但只有从我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行。休息放一旁挂挂机，苹果华为第2天包邮到家。马上去。接下来我就在屋内搭个窝，给这2个小家伙睡觉用。忙活完后，我就开始训练松鼠。大辉，你去拿一块腊肉过来；小辉，你去拿一个板栗过来。听到这话，泰坤忍不住的笑了出来。训练松鼠，还给松鼠起名字，落雪选手不会是疯了吧？我怀疑主播可能一个人待久了，节目组赶紧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可没多久，2只松鼠竟真的拿来了腊肉和板栗，观众们全都傻眼了。我的天，这主播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小丑竟是我自己。主播666，我服了。大师级驯服技能果然牛。接下来5天里，我都不需要种，直接吩咐松鼠给我拿干果就好了，日子过得十分的惬意。直到第6天，一场大雪下了下来，我对2只松鼠说道：“你们待在屋子里，饿了自己吃，我出去一趟。”这次我出门是因为水车罢工了，走到河边，发现水车已经被冻住了，看来以后又只能挑水回去了。此时导播间内德爷正在分析着选手。老猎人冯里的食物只剩下1/3了，不出意外，这个星期内食物就会吃光。那落雪还有多少？还剩下很多，起码是冯里的6倍。蔡坤顿时一惊，我看他每天大鱼大肉，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其实这很正常。落雪开局不仅捕获了狼群，后面这小子又捕了1船的鱼，最后他竟然还干掉了一头300公斤的熊。听完德爷的分析，泰坤差点晕了过去。落雪竟然还有这么多食物，冯里老爷子给点力啊，打败落雪。荒野求生第68天，老猎人冯里布置了10个陷阱与我一较高下，而主持人泰坤却内心狂喜。冯里可是66岁的老猎人，落雪这次肯定得输了，但我却不以为意。我现在拥有的鱼肉这么多，为啥要和冯里较量？还不如好好的躺在屋内睡大觉呢。快闪开，主播又开始装起来了。主播，我看冯里选手今天布置陷阱都没有放诱饵呢。对啊，而且冯里明明发现了兔子的洞穴，却把陷阱布置在远离洞穴的地方。主播能和我们说说有什么讲究吗？我顿时无语了，这些你不应该问冯里老爷子吗？老爷子一口一个很简单，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问他了。那行吧，那我现在出门挖冬笋，顺便布置陷阱的时候再和你们讲吧。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也要去布置陷阱了，太棒了！刺激！主播这是被冯老爷子激起了战斗欲望，准备来一场荒野比赛了吗？我只是出门顺便布置陷阱而已。然后我就背起背篓朝竹林走去，在路途中我忽然看到了一只野鸡。主播运气咋这么好啊？主播傻笑啥？赶紧抓住他啊！我回过神来，立马追了上去，仅追了10分钟，野鸡就跑不动了，一头扎进了雪堆里面。观众们顿时就被逗乐了，太逗了！这野鸡是什么操作？不会以为把头藏起来，主播就找不到了吧？我只要把头藏得够深，就没有人能发现我。聪明，这野鸡是个大聪明。我走上前去，一把将鸡绑了起来，扔进了背篓内。主播，野鸡一般不都会飞吗？它怎么不飞呢？我边走边解释道，在其他季节追捕野鸡，很有可能就会把它们惊飞，但冬天不一样，野鸡常常会冻得受不了，所以很难飞得起来。说着说着，我就发现了动物的足迹，随即就在附近布下了陷阱。同一时间，老猎人冯里竟然已经捕获到了3只兔子和2只野鸡，主持人们都被惊呆了。之前还担心冯里老爷子食物吃的差不多了呢，看来是我多虑了。老爷子厉害了，出门一趟就能吃上1星期啊！姜还是老的辣啊，
老爷子加油，打败落雪。另一边，我正在布置第4个陷阱。落雪，你也不行啊，冯老爷子都已经捕到5只猎物了呢。蔡坤，你别在这里酸了，主播你也抓5只猎物给他们瞧瞧。我可没说，我只带了5根金属线，顶多也就布置5个陷阱，好吧？也不想和老爷子比赛啥的。主播，你要相信自己。不过现在是不是可以和我们解密一下冯李老爷子布置陷阱的奥秘了？紧接着我就边解释边寻找动物足迹，设置陷阱。其实只要将陷阱布置在动物运动轨迹上，不需要诱饵也行。那为什么不选择布置在动物巢穴的周围呢？原因很简单，小动物们常常会静伏聆听，嗅探气息，离巢穴太近就会让它们蛰伏起来。观众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今天又学到了。很快陷阱就被我布置好了，接下来我就来到竹林，用锄头挖了一背篓冬笋，带回了营地。今天给大家做冬笋炒鸡吃。此时导播间内，主持人蔡坤却郁闷不已，这家伙怎么天天吃大餐？我要画个圈圈诅咒你！荒野求生第69天，老猎人冯李布置陷阱，被云豹盯上，被迫退出了比赛。而我就这样获得了本次荒野比赛的冠军。但主持人蔡坤却是不服气的嘲讽道：“要不是冯李老爷子运气差碰到了云豹，否则怎么可能让你这小子夺冠？”但我却不以为意。云豹我可没在怕的，我保证给他收拾的服服帖帖的。随即，关于云豹的知识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云豹善于攀爬，非常灵活，每秒速度可达36米，100米只需要3秒。通常以兔子、鸟类等动物为食。虽然云豹很强，但是我可以将渔网改造下，困住云豹还是很轻松的。听到这话，观众们顿时唏嘘不已。你别吹了，有本事你行动起来啊！谁怕谁！我现在就出门。紧接着，我拿起弓箭就朝森林中走去，但云豹还没碰到，却看到一头野猪。我拿起弓箭，观众们顿时慌了。主播冷静啊，放下手中弓箭，野猪你把握不住的。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主播别逞能了，绕道走吧。但我却笑了笑道：“我只是这几天吃腻了鱼肉，准备换换口味。而且一猪二熊三老虎说的并不是他们的实力，而是对于人类的危险程度。这头猪目测大概200斤左右，我感觉我能对付。”观众们都惊呆了，主播这是真莽夫啊！看这野猪的獠牙，主播要是被撞一下，恐怕就要直接去西天取经了吧。此时野猪正准备离开这里，观众们也松了一口气。还好，野猪没有发现主播。很好，就这样让他安静的离开吧。可下一秒，我却拿起弓箭，一箭射在了野猪的屁股上。听到小野猪要走，你问过我了吗？此时导播间内，主持人们都傻眼了。德爷，这落雪是疯了吗？要不要派人去营救啊？现在救也来不及呀，完蛋了。而蔡坤却是内心狂喜，看来落雪是被我之前说的话激怒了，这么想证明自己。另一边，我第2箭再次射中野猪，但野猪却毫发无损。我摇了摇头道：“没想到这家伙的皮还真是厚啊，比铠甲还坚韧。”野猪莫名其妙被射2箭，顿时就急眼了，瞬间朝我这边冲了过来。但我并不慌，直接使用大师级驯服技能尝试沟通。老哥，误会都是误会，我只是手滑而已。你以为我是猪脑子吗？射我2箭还敢说手滑？你小子别让我顶到你！你这野猪脾气倒是不小。我将弓箭收起，然后抽出了40米的大斧头。只见野猪快要撞到我时，我立马一个侧身躲到树后。你皮很厚是吧？那就试试拥有30点力量的我能不能砍破。10分钟后，野猪就被我彻底征服了，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666，硬刚野猪太猛了。主播面对野猪竟然这么沉着冷静，这冠军反正我是服了。我都不知道荒字怎么写。另一边导播间内，德爷也是松了一口气。这小子太会玩了，要是节目的冠军被野猪干掉了，那不得成为笑柄。不过落雪本来食物就还剩很多，现在又多了一头野猪，怕是再待上几个月都不成问题吧。此时蔡坤已是心灰意冷，看来这家伙生存3个月肯定没啥问题了。我就这样要输了吗？荒野求生第69天，我竟制服了一头野猪，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因为落雪选手食物太多，所以节目组决定提前让落雪结束荒野求生。此时我背着野猪刚回到营地，卫星电话就响了起来。恭喜落雪选手成为本次荒野挑战的冠军。考虑你现在储存的食物，起码还能待上几个月，所以想让你提前退出，剩下的2000万奖金全部给你。我顿时一喜，太好了，感谢节目组。这时蔡坤却出来嘲讽道：“嘿嘿，落雪你气不气？我们之前的赌注生存3个月就不作数喽。”蔡坤怎么哪都有你？就是，你看主播稀罕你赌注的那点片酬吗？
看到观众们纷纷站出来为我说话，我心里有些暗爽。没多久，节目组的所有人以及选手全都来到了森林里进行拍照留念。落雪，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我想了想道，以后我准备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荒野求生直播，带大家了解世界各地的动植物。不错，到时候我也会来捧场的，主要是偷偷学点技术。我要打破3天饿9顿的外号。我笑了笑问道，德爷这次奖金啥时候给我？差点忘了，节目组的2000万奖金和你收到的礼物加起来，一共1亿8000万，马上给你。我顿时一惊，没想到礼物竟然有这么多，这下妈妈的病终于能治了。接下来我回到了医院，给老妈请了特别厉害的外科医生，手术结果不出意外相当的成功。转眼间3个月过去，老妈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也是时候开始新的冒险了。我查看系统，上面显示我拥有10几种生存技能，人气值也达到了惊人的30亿。于是我打开系统商城，准备为新旅程买些新装备，比如护目镜、登山靴、水壶、冰弓铲等等。很快求生装备就堆积如山了。我再往下翻，竟发现还有潜水艇，连潜水艇都有。我这是去度假还是荒野求生啊？不过这需要20亿人气，我瞬间失去了兴致。接下来我再用5亿人气买了属性点，将我的所有属性全部提升上去。检测属性点一出，请勿再买。啥意思？属性点就不能买了吗？是的，目前属性值50满值。那行吧，将所有属性提升到50点，也就相当于正常人的5倍体质。不过50就是极限了吗？不是的，每解锁或提升5个技能，属性点上限加10。我顿时一喜，直接再用5亿把我的10个技能全部升级到了大师级。忽然系统界面出现了一道金光，恭喜获得10个大师级生存技能，新物品神级技能开放。我点开技能介绍，兑换竟然需要5亿人气值，不过升级后可以选择激活一个天赋能力。5亿人气值好像也不贵，我该升级哪个呢？提醒天赋技能抽奖开启。你这破系统还想坑我？上过你1次当，难道我还能再被你骗？免费赠送抽奖次数1次。当我没说，我抽。恭喜宿主抽到1级沙漠骆驼血统天赋，天赋效果耐力增加20%，汗液流失速度减缓20%，持续时间24小时，冷却时间240小时。不错不错，新的冒险，那就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吧。荒野求生第1站，我选择去沙漠，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你这小子还敢去沙漠？我这次在国外找了个求生专家凯恩去找你挑战，我看你如何应对。此时我已经找好了无人机摄影师帮助我在荒野直播，确定好后，我便通知观众们3天后我将去塔克拉玛干沙漠。观众们瞬间沸腾了。3个月了，我还以为主播不打算继续探险了呢。好家伙，主播这次竟然去沙漠，好刺激哦！这时明星白林路竟也来到我直播间说道：落雪，上次荒野生存你表现得很精彩，我都成为你迷妹了，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呢？我笑了笑道：当然可以，明天你来我这边，我们一起去。说完我就关掉了直播。有了明星白林路一起，那肯定会给我带来不少观众吧。转眼3天过去，我们3人来到了沙漠边缘的酒店处。接下来你们2个就在这里住下吧，我独自前往沙漠。好的，那你自己小心哦。这时突然有一架直升机出现，下来了2名外国人。你应该就是落雪吧？没想到竟然是个毛头小子。你是谁？有什么事吗？听说你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求生直播，敢不敢和我比比谁能更快走出沙漠？我笑了笑道：你确定要和我比吗？建议你先看看我选择的求生地点。凯恩冷哼一声道：不就是沙漠吗？可当我拿出地图圈出求生地点时，凯恩顿时傻眼了。你这是个愣头青吧？竟然选择沙漠中心地带，万一出意外，搜救队都救不了啊！佩服主播的勇气，刷个华为 Mate 60 Pro 给主播助力。不愧是大哥，这华为 Mate 60 Pro 抢都抢不到。谁说抢不到的？左下角只要登录，上线激活专属 AI 女仆，帮你自动挂机升级，轻松领到厂家准备的顶配5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切，这种链接居然也有人相信的。我这发货短信都在这还能有假？还真是，我上线就能看见领取页面。为了回馈粉丝，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验证过才放在左下角，再带上龙王吞噬进阶，幻化成10阶冥河龙王，让战力暴涨几百亿，华为苹果都能轻松领到，而且现在上线就能直接领888红包。那我也赶紧去抢一台。还没比这就怕了吗？一旁的凯恩助理问道：大哥，怎么办？咱们要和这个疯子比吗？我都答应蔡坤了，现在退缩岂不是很没有面子？怎么了？
怕了吗？呵呵，那就试试。但是我警告你，沙漠可不比山林。你之前的求生技能在沙漠大部分都用不上，找不到水源3天都待不下去哦。不用你提醒，我都知道。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随即我拿起装备就上了他们的直升机。半小时过去，我们来到了沙漠的中心地带。我与凯恩分开后，便从背包内拿出了无人机，开启了直播。大家好，我是落雪，好久不见啊！这次荒野求生的地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接下来我会向大家展示如何在沙漠中逃出升天。刚介绍完，直播间人气竟然达到了2000多万。终于等到主播开播了，不容易啊！还是我喜欢的沙漠求生，支持支持！看到这人气，我内心狂喜。没想到我消失了3个月，竟然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我。接下来我就一边走一边给观众们科普沙漠知识。我这次携带的求生物品有3样：一把匕首、一个水壶以及一个背包。首先，我们先确定求生方向，我们可以用影中法，拿一个木棍看影子辨别方向。主播，你是不是忘了你是在沙漠，周围连枯木都没有？没有树枝没关系，我还有匕首。就像这样，将匕首插入平地上，然后注明影子所在位置，顶端用石头标出。15分钟后，再标出匕首投影的顶端位置，2点间的连线就会给出东西方向。主播666，今天我又学到了一点。另一边，凯恩也开启了直播，正躲在树下乘凉。这时，泰坤有些气愤地说道：“凯恩，你干嘛呢？赶紧赶路啊，别让落雪追上你。”现在是中午，天气这么热，不适合赶路。再说，我才不相信这毛头小子能够走出沙漠。我只要保持体力，等落雪退出就行了。荒野求生第1天，我竟开始用药制作蒸馏水，却被主持人泰坤疯狂嘲笑。落雪选手这才第1天，你竟然就开始喝这玩意了？但我却丝毫不在意。没办法，在沙漠中我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虽然我还有一瓶水，但我的尿也不能浪费，将尿里的水分蒸馏出来。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这波自给自足，属实厉害了。主播666，大概等了半小时左右，塑料瓶中蒸馏出了小半瓶水。我拿起塑料瓶，一口饮尽，喝完后我再次用影中法确定方向。主播，你上午不是已经确定方向了吗？为什么还要再确定一次？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沙漠中偶尔会出现海市蜃楼的景象。实际上，不仅是你的眼睛会欺骗你，你的其他感官同样也会欺骗你。在沙漠中，人是很难走直线的，因为没有参照物，人的左右脚力量是有差别的，所以走的方向就会发生偏移。原来如此，怪不得都说在沙漠中迷路的人都在转圈圈呢。确定好方向后，我就开始翻越一个接一个的沙丘，直到太阳落山，我才停下。现在我必须找到一个庇护所。沙子的比热容很小，它们升温快，降温也快。白天沙漠中可达到恐怖的60度，而晚上则会下降到5度左右。于是我找了一些枯木，用钻木取火的方法生起了火。今天走了那么久的路，一点食物都没吃，太难了。落雪，你这点就不行吧？得爷我3天饿9顿都没抱怨过呢。也不怪主播，之前荒野求生天天大鱼大肉，这下到沙漠什么都没得吃了，落差挺大的。明天我就能离开沙漠中心了，应该就能找到食物吃。说完我就睡下了。隔天凌晨3点，我被冻醒了。好冷啊！不行，我必须活动起来。我抬头一看，顿时愣了一下。这是北极星，刚好可以辨别方向。主播，你这是干嘛去？难道是要跑路了吗？我笑了笑道：“没错，我准备趁着星光赶一段路，顺便还能运动，维持身体的热量。”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北极星消失了，天也渐渐亮了。我站在沙丘上，双眼顿时一亮。大家看到没有？那是一颗胡杨。我连忙朝胡杨跑去，或许我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这时泰坤却出来嘲讽道：“不就是一个枯树吗？有什么好高兴的？落雪不会是疯了吧？”话音刚落，我就见树下的沙子动了动，我瞬间抽出匕首朝那扑了过去，霎时间尘土飞扬。片刻后，我竟掏出了一只虫子。大家看看，多肥美的一只沙漠甲虫啊！观众们都惊呆了。主播，你从哪看出这只甲虫肥美了啊？主播，你不会想要吃这东西吧？不要啊，我还在吃饭呢，太恶心了。我并没有理会弹幕，一口将甲虫吃了下去。主播，你是真下得去口啊？这是啥味道？相信我，这玩意你们绝对不想吃。要不是它能给我补充蛋白质，我都不想吃。另一边，凯恩刚刚醒来，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落雪退出了没有啊？听到这，观众们顿时被逗乐了。主播你也太搞笑了吧！落雪凌晨就出发赶超你了，而且还吃上了早餐呢。
凯恩顿时懵了，什么情况？这家伙难道还真有些本事不成？荒野求生第2天，我吃到了第1顿早餐，却被主持人泰坤疯狂嘲讽。嘿嘿，我刚刚收到消息，塔克拉玛干沙漠明天将会有沙尘暴，我看你该怎么办？但我并不知道，还在沙土中寻找着食物。运气不错，抓到一只黄肥尾蝎。观众们顿时一惊，主播小心啊，这不是有毒吗？你这都敢吃？这只蝎子确实有毒，但是只要用匕首将它尾刺切下，那它就是无毒的了。说完，我又开始在沙土中翻找，没多久又抓到了5只沙漠甲虫。我将蝎子和甲虫一口气全部吃下，顿时就流出了幸福的泪水。为了蛋白质，我拼了！看到这一情景，观众们都被逗乐了。主播666在下佩服。主播你这都没有吐，是怎么做到的？我并不想理会弹幕，而是开始继续赶路，翻越一个接一个的山丘。中午太热，我就在树下休息。下午继续出发。经过1天的赶路，我的精神状态有些差，就连水壶里的水都被我喝光了。直到太阳落山，我才停下了脚步。我现在站在一个巨大的沙丘顶上，前方下坡是一个超长的沙丘。今天就走到这里吧，天就快黑了，这坡度都超过60度了，我可不想摔一跤滚下去。接下来我就在附近的胡杨树下生起了火，然后又在附近挖了一个沙坑，将水壶放到坑底，盖上塑料薄膜。主播又准备用尿制作蒸馏水了。白天水分都变成汗液流失了，我现在哪还有尿？不过我确实打算收集一些水，但用的是冷凝法取水。观众们瞬间沸腾了，沙漠中还能这样取水？主播赶紧和我们说说。我笑了笑道，沙漠中白天气温很高，夜晚气温骤降，空气中的水分受冷会凝成水珠。我一边解释，一边用匕首在胡杨树上捣鼓着什么。很快我就制作出了一块光滑的木板，不错，很合脚哦。观众们又是一惊，主播做的这木板，你们有没有发现似曾相识？好像滑雪运动员一样。主播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滑沙都来了。我笑了笑道，没错，明天天亮我就准备滑下去，省时又省力。这时泰坤却出来嘲讽道，落雪真是会吹啊，滑沙都说得出口，别到时候全程滚下去哦。但我丝毫不在意，我可是拥有大师级滑板技能，里面滑雪、滑水、滑草、滑沙样样精通。接下来我就将沙坑内的水壶拿了出来，倒入口中，没想到竟真的有水。主播厉害了，不得不说这方法真的太棒了。是啊，没想到在沙漠中还能这样取水，学到了。喝完水后，我就开始睡觉了。隔天一早，我被风吹醒，我回头一看，顿时懵了。只见身后黄沙蔽日，竟然是沙尘暴。此刻所有人都惊呆了。主播快跑啊！我反应过来，立马踩上滑板，猛然朝山坡下滑去。但沙尘暴的速度何其快，转眼就要将我吞没。这下落雪终于是要遭殃了。可下一秒，我猛然加速，整个人都飞了起来，在空中一个360度翻转，稳稳落在了地上。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太强了，这就是滑沙的魅力嘛。就是啊，这沙尘暴也太弱了吧，沙尘暴都比不过主播的速度。泰坤都看懵了，落雪啥时候学的滑沙？沙尘暴竟然都没他快。荒野求生第3天，沙尘暴来袭，而我却将沙尘暴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凯恩那边就没那么好运了，直接被沙尘暴淹没。2小时后，沙尘暴退去，救援队才将凯恩带离了沙漠。此时泰坤却是郁闷不已，可恶，我在外国请来的求生专家竟然比不过落雪，真是没用啊。另一边，沙尘暴朝其他方向肆虐而去，我这才停下，笑了笑道，兄弟们，主播这波操作如何？说完这话，我就累瘫在了地上，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666简直太帅了，和沙尘暴比速度太刺激了。休息了一会儿，我便起身继续赶路了。没走多久，我竟看到了一只蛇。大家快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石头后面大概率是一条沙蟒。我拿出匕首，小心翼翼地接近，但还是惊动了沙蟒。沙蟒刚想逃跑，我直接一飞刀，精准命中沙蟒。主播，这是什么蛇啊？我走上前，将蛇提起，笑了笑道：“这是一条红沙蟒，是亚洲地区沙漠常见的蛇类之一。今晚终于有点像样的蛋白质了。”夜晚来临，我升起了篝火，将蛇放在火上翻烤。又到了吃播环节，大家随意，我先吃了。没多久，我便吃完了。然后我将收集冷凝水的沙坑布置好，便开始沉沉的睡去。隔天一早，我拿起水壶，
喝了几大口，我便一边赶路，一边给观众们科普荒野知识。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绿洲的故事，不过我提醒大家，在沙漠中千万别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绿洲上。每年都有在沙漠迷路的游客，就是因为有这念头，从而被沙漠盛景误导，白白浪费体力。可当我刚说完，竟然就看到前方有一处小水洼。兄弟们，这下我的水壶可以装满了，说不定还能洗个脸。说罢，我连忙朝小水洼跑去，突然身体一沉，我顿时懵了。主播咋回事？不会是沙漠中看到了水，激动的不会走路了吧？等等，主播脸色好像不对，主播脚下的沙子里好像有水。而此时我的双脚都陷进了沙子之中。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太危险了吧！没有一点预兆，我就陷入了流沙之中。看到这一情景，观众们也都慌了。主播完蛋了！听说人一旦陷入流沙，就会越陷越深，没有外力帮助，基本无法自救。落雪，你坚持住，我现在帮你联系搜救队，你稳住啊！此时蔡坤却出来嘲讽道：“没想到落雪还会有用到救援队的时候，看来你也没那么厉害吗？”但我却丝毫不慌，恐怕要让蔡坤主持人失望了。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如何从流沙中脱困。我将背包上的滑板拿下，然后将滑板平放在流沙表面，身体缓缓前倾，呼在滑板上。大家切记，如果陷入流沙，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使劲挣扎，而是像我这样借助上身的力量，让脚慢慢的浮起来。仅仅10分钟，我竟然就将腿从泥沙中脱离了出来。我趴在滑板上，一点一点地向前进。等到我成功脱险后，所有的观众齐声欢呼：“出来了，主播终于出来了！主播成功了，简直太棒了！”蔡坤顿时懵了，陷入流沙都能出来，这也太离谱了吧！荒野求生第4天，我在沙漠中找到了水源，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笑。嘿嘿，我请专家分析过了，这片区域的水大概率是不能喝的哦。但我并不知道，蹲下身子直接喝了一大口，可下一秒我却吐了出来。这水又苦又咸，竟然是盐碱水，你敢信？观众们顿时都乐了。主播太逗了，冒着陷入流沙的危险过来取水，结果发现水不能喝。心疼主播1秒，大不了继续喝用尿蒸馏出来的水。主播盐碱水是什么？盐碱水其中含有许多对人体有害的矿物质，喝了不仅会导致身体脱水，还会引起呕吐、腹胀等问题。此时蔡坤忍不住的出来嘲讽道：“落雪，这下你白忙活了吧？我看你还怎么装。”谁说我白忙活了？我还有另外一种取水的办法。说罢，我就拿着一个树枝，在附近的芦苇处开始挖地。沙漠中有芦苇生长的地方，下方1到5米深，肯定有地下水。没多久，我竟真挖到了湿润的泥土。继续挖到1.5米深度的位置，我看到了有水正在慢慢渗出。我俯身喝了一口，点点头道：“泥沙能过滤水中大部分杂质，这水没有咸苦味，是纯净的地下水了。”主播666，厉害了，今天又学到了一点。我笑了笑道：“水源解决了，接下来我准备设置几个陷阱来捕捉猎物。”主播，你确定附近有动物吗？不会都是些甲虫吧？这肯定有啊，比如沙狐、沙狼、沙鼠等等，只要抓到一只大的，起码能吃3、4天呢。于是我用1块石头、1根木棍以及1只沙虫制作成了简易的落石陷阱。只要有动物想要拿走这只虫子，就会触动这根树枝被石头压住。主播，你啥时候换了新手机？这是我最近在转转买了台2手 iPhone 13，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他们家不仅手机便宜，2手电脑性价比也很高。我买的小新 Air 15才19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轻薄便携，用起来跟新的没区别。而且转转是个专业2手平台，售后也很靠谱，买回来可以先试用7天，不满意直接退。上面的平板也不错，真心推荐买大牌的2手，就上转转。就这样花费了半个小时，3个落石陷阱就布置完毕了。这3个陷阱是捕捉小型猎物的，接下来我准备再布置一个套索陷阱。首先挖出一个坑，将鞋带做个活套绑在树枝上，然后将抓到的沙溪放入坑内，当做诱饵就完美了。观众们都懵了。主播，你不会跟我说挖个沙坑就会有动物跳进来吧？我笑了笑，解释道：沙坑能引起喜欢刨坑挖洞的动物兴趣，能不能吸引到它们，明天就能见分晓了。布置4个陷阱，天也已经黑了。我回到地下水坑前，开始喝起了水。今晚的食物都用来当诱饵了，只能喝水充饥了。我感觉主播又在装了，但是我没有证据。就是在沙漠里，水是多么珍贵啊！不过主播，我还是喜欢你第一天喝尿的样子。我顿时无语了，你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和观众们聊着聊着就睡了过去。隔天一早，我就去查看落石陷阱。第1个陷阱触发，捉到了1只沙鼠。
紧接着第2个、第3个竟全都抓到了沙鼠，观众们都惊呆了。主播太强了吧！沙漠设置陷阱都能100发100中。主播赶紧去看最后一个陷阱。于是我朝套索陷阱走去，突然我眼睛一亮，这竟然捉到了一只沙狐。这只沙狐应该有20斤重，起码能让我吃上3、4天了。此时泰坤已经懵了，落雪这运气太离谱了，这么多食物都够他走出沙漠了吧？荒野求生第5天，我在沙漠中竟吃起了大餐，却被主持人泰坤疯狂嘲讽。这次算你运气好，不过下次我会请来凯恩的师傅过来找你挑战。落雪，你就等着瞧吧。而此时我正在大口的吃肉，简直太爽了！这些肉可以给我提供大量的蛋白质和能量，接下来我的赶路速度肯定可以提升不少了。此时许多观众羡慕不已，主播在沙漠里又有水又有食物，离谱啊！别人在沙漠求生，我看主播是来度假的。吃饱喝足后，我便收拾，继续赶路了。时间一晃，1天过去，而我也终于快走出了沙漠。第6天一早，直播间中传来了鸟叫声。啥情况？主播沙漠里还有鸟吗？难道是我幻听了？我笑了笑道：“大家没有幻听，这是白尾地鸭。”观众们顿时一惊，厉害啊！主播只是听声音就能知道是什么鸟。主播666，主播你是不是会兽语啊？我顿时无语了。经验丰富的猎人对于各种动物的叫声都非常敏感，猜出啥动物这并不奇怪。不过我只是看到了白尾地鸭就在那里叫。观众们顿时傻眼了。主播你个老六，早发现了这只鸟也不说一声。接下来我就一边赶路，一边给观众们科普沙漠知识。沙漠中鸟类确实很少见，不过在沙漠边缘植被生长较多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鸟类的，比如走鹃、猫头鹰、沙云雀等等。说着，我忽然拿出匕首一甩，一条蛇径就从树上落下，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这眼睛怎么长的，连这条蛇都能发现？厉害了，这蛇隐藏的这么好，要是换成我，估计就危险了。在野外可是要时刻警惕周围的环境哦。今天又能补充蛋白质了。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晚上，我便开始生火做饭了。大概明天我就能走出沙漠了。回想这1星期的求生之旅，过得实在称不上好啊。我吃过虫子，喝过尿液蒸发的水，与沙尘暴比速度，还被困在了流沙里。不过我都坚持了下来，希望大家以后遇到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主播说得好，我差点泪目了。主播说的真好，不过我还是喜欢看主播吃苦头的样子。隔天我没走多久便来到了公路上。主播这么快就到公路了，这趟沙漠之旅是不是就要结束了？我点头道：“没错。”难道大家舍不得我吗？观众们纷纷出来吐槽道：“太短了，根本看不过瘾，好吧？”就是我想看的骆驼都没看到呢，还有海市蜃楼也没见到。要不主播再来一趟，我怀念主播吃甲虫的样子了。大可不必，沙漠物资太少了。那主播下次直播准备去哪个地方？我想了想道：“这个暂时还没决定，不过我肯定会找动物多一点的地方，因为在沙漠连续饿几天肚子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观众们瞬间被逗乐了。主播上次荒野求生70天都没抱怨，没想到这次在沙漠7天就怕了，太搞笑了。这时后方竟有一只骆驼走了过来。小伙子在这里干啥呢？我顿时一喜。那个大爷，我不小心迷路了，您看能不能捎我一程？没问题，上来吧。我连忙叫了上去。嘿嘿，本次荒野之旅就到这结束了，我要坐着大爷的骆驼回去了。荒野求生第7天，我成功逃出沙漠，却被主持人泰坤疯狂嘲讽。下次荒野求生，我请来了凯恩的师傅李仁，我就不信还赢不了你。而此时我正坐着骆驼回到了酒店处，没想到凯恩却在这里等我。落雪，你下次求生地点准备去哪？怎么了？你还想比吗？这次沙尘暴没给你吓怕吗？我师傅准备和你比一比，你就说敢不敢吧。我笑了笑道：“当然没问题。”于是我拿出地图，选择求生地点：沼泽、冰原、火山还是荒原？这次让你们决定去哪个地方吧。那就荒原吧，输了可不要哭鼻子啊！呵呵，那就拭目以待，半个月后在澳洲荒原集合。目的达成，凯恩就离开了这里，而我则是召唤了信徒。这次沙漠求生7天，一共获得了5亿人气值，刚好可以兑换一个天赋。于是我浏览了一遍商城后，果断选择了危险感知天赋。危险感知增强宿主各项器官对危险的感知能力。不错不错，这天赋很适合澳洲荒原，在那里到处都充满危险，有着各种毒蛇、毒蜘蛛，还有鳄鱼。
兑换危险感知肯定没错。转眼间半个月过去，我们如约来到了澳洲。这次我要去的是澳洲的金伯利高原。首先我们去当地租了一架直升机，然后找了一个本地向导。向导听到我们要去金伯利中心地带，顿时一惊。客人，我劝你们不要去了。就在10天前，有人在横穿金伯利高原的公路上遇见了可怕的雷暴，简直太恐怖了。我笑了笑道：“没事，你现在带我们去那中心地带就行。”那行吧，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哦。跟我过来坐直升机过去吧。2小时后，我们抵达了中心地带。我提前打开了直播，说道：“大家好，我已经抵达这次求生地点了。接下来，我将采用高空跳伞的方式落到这片土地。”主播666刚直播就是劲爆开头啊！刺激，主播快开始吧。于是我戴上护目镜就跳了下去。直升机到陆地的距离大概是3600米，随着俯冲速度越来越快，大约在900米高度时，我打开了降落伞，瞄准一处灌木稀少的草原，朝那降落。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这也太帅了吧！爱了，看得我都想体验一次跳伞了。我成功降落后，便笑了笑，对观众们说道：“本次我将徒步走完这金伯利高原，并会向大家展示如何在这片大陆生存。这次我带的工具只有4样：1把小刀、1个水壶、1块手表和1块打火石。”此时蔡坤却出来嘲讽道：“大家知道在这里可是拥有120种毒蛇，落雪才带这点东西，千万不要被蛇咬喽。”但我却不以为意，在我眼里全都是蛋白质罢了。观众们都被我这话逗乐了。主播还得是你呀，换别人都怕遇到蛇，而主播却想着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先确定方向，开始赶路吧。主播还是用影中法辨别方向吗？不是，这次我带了手表。现在教给你们一种新的方法辨别方向。我们现在在南半球，将手表12点对准太阳，时针和12点之间的平分方向就是北方，反之就是南方。主播懂得好多啊，今天又学到了。另一边李文却在跳伞的过程中被卡在了树上，蔡坤都看懵了。你不是凯恩的师傅吗？怎么这么弱？荒野求生第1天，我竟然遇到了毒蛇，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嘿嘿，这可是综艺奥蛇，毒性很强，我看落雪还是绕道走吧。但我却丝毫不慌。主播今晚能不能吃上饭，就指望这条蛇了。随即我捡起棍子，摆出攻击姿态。这一刻，所有观众都懵了。主播看到毒蛇竟然不跑，还想着吃。不愧是打败过熊的男人，主播胆子就是大。我可是毒蛇，能不能有一点尊重？综艺奥蛇吐着信子，不断地发出警告声，而我却笑了笑，给观众们科普知识。一般蛇类只有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选择攻击人类，但眼前的综艺奥蛇则不同，他们喜欢攻击那些正在睡梦中的人，所以大家遇到这种蛇千万要当心。所以主播这是准备先下手为强了。没错，为了防止综艺奥蛇晚上偷袭我必须先给它吃了。放屁！我明明只是路过，没想咬你。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管你对我有没有想法，反正我对你挺有想法的。就在此时，综艺奥蛇瞬间朝我袭来，只见我手臂猛然一甩，木棍精准抽在了蛇头上。我不给他反应时间，再次一棍将蛇头砸进了泥土里。观众们都惊呆了，为何主播速度这么快，连蛇都反应不过来？主播666，2棍定乾坤啊！低调，基本操作而已。但是大家遇到毒蛇千万不要学我，毕竟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然后我就将蛇拿起，开始寻找水源。半小时后，我来到了一处峡谷，观察周围的环境，我微微一愣，前方有一棵断掉的树。大家看到这棵断掉的树了吧？我分析应该是洪水冲过造成的。这个地方哪来的洪水？主播，你走了这么久，别说水洼了，一滴水都没看到，好吧？我笑了笑道：“谁说没有水？我这就挖给你看。”于是我在一颗巨石下开始挖地，大概挖了30公分深，就有水渗了出来。好了，半小时后我们再来取水。接下来我们就先搭建好庇护所吧。这里到处都是干木头，扎营生活都非常方便。我一边收拾木头，一边说道：“其实，在山谷中扎营有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洪水。”主播，天气这么热，怎么可能会有洪水？这么想你们就错了。在金伯利雨季，天气变化莫测，白天的天气虽然非常炎热，但到了晚上气温降低，很有可能就会下起暴雨。所以为了防止地面积水，我接下来搭建的庇护所也要保证离地面1米以上。就这样，没多久，我便搭建好了简易的庇护所。我满意的点了点头，完美。这样一来，就算下雨也不怕了。
接下来我就去水坑处收集了一壶水，然后拿出打火石开始生火烤蛇。而这时阳光突然暗了下来，一大片乌云竟飘了过来，我顿时懵了。不会吧，真被我说中了吗？随着风越来越大，周围的树木也被吹得哗哗作响，我连忙跑回庇护所。紧接着一声炸雷把我吓一激灵，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竟就要下雨了。主播简直是预言家啊！此时蔡坤却忍不住的出来嘲讽道：“没想到在荒原的第一天，落雪就要遇到暴雨，真是天助我也啊！”荒野求生第一天暴雨来袭，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嘿嘿，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没多久峡谷就会被山洪淹没。此时我已经汗流浃背了，天空中不断的划过闪电，树木也被吹得哗哗作响。主播你怕啥？你不是已经做好庇护所了吗？这简易的庇护所根本没啥用，好吧？只要这暴雨持续1-2个小时，我待的这个峡谷就很有可能爆发大洪水。希望这场雨不会下太久吧。说罢，我就将水壶放在屋外接满水，然后在屋内烤起了蛇。主播，这时候你不应该紧张吗？怎么还吃起来了？我笑了笑，解释道：“没办法，毕竟外面下着暴雨，在黑夜中盲目行动更加危险，还不如该吃吃该喝喝呢。”半小时后，蛇肉烤好，而这时这场暴雨也停了。真香啊！雨停了，美食好了，心情美美哒。我先吃了，大家随意。蔡坤顿时无语了，老天啊，雨怎么就停了？我愿用10年寿命换来更猛烈的暴风雨。老天，你听到了吗？下一秒，无数道闪电不断的浮现在天空中。我开玩笑的，别当真。此时我惊坐而起，怎么又下暴雨了？这下麻烦了。可惜了，我这庇护所刚建好就要没了。随即我就一边科普山洪遇险的求生知识，一边观察水位情况。大家把关注和小心心点一下，点了的记得去我左下角领手机。我去，主播大气啊！华为 Mate 60，我上次领的苹果15都用好几天了，发货短信这呢。不过我当时没看到华为啊。左下角大厂的年底福利，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还新加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记得带名和龙王吞噬进阶，升级嘎嘎快，华为苹果轻松到手。能免费领这么多，不得拉几10个人助力？大厂推广有保障，我确定能领才放的链接，认准我左下角3-5秒下好。还可以去神兽岛解锁1万种神兽，装备极品红装，战力破亿，飞速升级，轻松霸榜第一。华为苹果快人发货，官方只有到家，现在登录还能直接领888新年红包。我现在就下载。我再去领华为和新年红包。随着水位不断的上升，忽然巨浪来袭，整个峡谷一瞬间就被洪水淹没，观众们顿时慌了。主播不会没了吧？赶紧叫救援队救主播吧！这可是荒原，方圆千里，荒无人烟，不可能有搜救队的。好在没多久，我就浮出了水面，水面上不断的有木头袭来，还好我抓到了一根漂浮的枯木，这才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没事，太棒了！主播666，千万要挺住啊！虽然落雪抓住了浮木，但是后面要是碰上洪水中的漩涡和暗流，他要怎么应对？此时我没有时间看弹幕，黑夜中下着暴雨，我只能借着闪电的光亮才能看清远方。看到前方10几米处的巨石，我顿时一喜。山洪的特点就是来得快，退得也快，只要我到石头上，就暂时安全了。随即我拿到一根木棍当作船桨，开始反向滑动独木，观众们都惊呆了。不会吧，主播难道想这样游过洪水吗？真是愚蠢！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人力根本无法和大自然抗衡。我看落雪就是失去了理智，白白耗费体力罢了。但是随着我不断的换位躲避漩涡，并且离巨石越来越近，这下观众们才反应过来。主播根本没有慌，相反他还非常冷静，从始至终目标就是那颗巨石。主播加油，就差一点了，我们相信你。不对，主播要怎么接近那块石头呢？以现在的漂流速度，碰到巨石，岂不得被撞骨折啊？但我却并不慌，就在我快接近巨石时，我用木棍点在了巨石上，卸掉了一部分力，找准时机，直接跳上了巨石。主播666竟然真的做到了，我服了，在洪水中都能脱险，简直太强了。而此时蔡坤却是懵了，洪水都对付不了落雪，我要画个圈圈诅咒你。荒野求生第2天，我在洪水中逃生，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虽然落雪侥幸找到了巨石，但这洪水起码要等到明早才退去。今晚又是风又是雨的，我劝你还是退出吧。这不用你操心。刚说完，我就被冻得打了一个喷嚏，确实有点冷。我之前获得的沙漠骆驼天赋只对炎热有用，要是再拥有御寒天赋就好了。
于是我点开系统，将剩下的2亿人气值进行了天赋抽奖。第一次啥都没抽到，第二次抽到了天赋，不过是声音模仿天赋。声音模仿可模仿任何动物不同状态下的声音。这天赋对于我现在的情况也没啥用啊，我总不可能叫一只鳄鱼过来将我带上陆地吧。我离开了系统，观察自己所处的环境，在闪电的光亮中可以看到后方竟是一片峭壁，我顿时一喜，只要到那悬崖上，那就不用担心洪水了。而这时水位竟在慢慢上涨，洪水很快就要淹没这个巨石，看来我得试一试能不能跳到对面的山崖上了。此话一出，观众们都惊呆了。什么？巨石离山崖起码有5米吧？主播确定不是在开玩笑？我看落雪就是吹牛，他现在在巨石上都不能助跑，而现在人类立定跳远的记录是3.75米，想要跳过去根本不可能。切！但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所有数值都是正常人的5倍。我没有犹豫，直接一跃。如果主播真的跳到对面，那么人类立定跳远的记录将会被打破。但是如果跳不到，接下来主播就会被洪水冲走。刺激，太刺激了！下一秒，我双手竟扣住了山崖边缘，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奋力将自己拉上了山崖。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他真的做到了！所有人起立，主播威武！我就想问一句，还有谁？我看着弹幕笑了笑，说道：“现在我终于脱离了洪水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去找个地方睡一觉。”没多久，我在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背靠着大树，尽量蜷缩着身子，保持体温。就这样睡到隔日清晨，太阳出来了，暴雨也终于停了。大家早上好啊！观众们看着我的熊猫眼，顿时乐了。主播，你这黑眼圈太搞笑了，要不你再回去补个觉？我无奈地说道。我倒是想啊，不过我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突然，我掏出匕首，瞬间朝树上刺去。刚说饿，早餐就来了。主播，这蜘蛛没毒吗？这你都敢吃？我笑了笑，解释道：“这是一只狼蛛，它们通常以昆虫为食，是有毒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切掉它的头，然后生火烤着吃。”于是我立马生火开始烤蜘蛛。烤好后，我3、2口吃完就继续赶路了。没走多久，我在灌木丛中竟看到了一条蛇蜕。这条蛇蜕相当完整，很有可能就是刚刚蜕不久的，说不定可以在附近找到那条蛇。而蔡坤却出来嘲讽道：“你就吹吧，一条蛇蜕还能给你指引蛇的方向不成？”我并没有理会蔡坤，而是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搜寻着。仅仅10分钟，屏幕中竟真出现了一条蟒蛇。这是一条巴布亚蟒，是条无毒蛇。现在我们过去悄悄抓住它。我缓缓朝蟒蛇靠近，忽然抓住它的尾巴，然后朝地面砸去，紧接着一脚踩在蛇的7寸位置。观众们都看呆了，主播这操作太强了，我也想学。主播这下午饭也有着落了，真不错呢。荒野求生第3天，我早餐吃蜘蛛，午餐吃蟒蛇，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我调查过了，接下来你将要经过利奥波德王山脉，那里可是有很多蛇的，我看你还敢不敢吃？此时我将蟒蛇吃完后，便继续赶路。没走多久，我就将水喝光了。这荒原的天气真是的，昨晚还爆发洪水，到了白天竟然这么热。忽然我双眼一亮，前方竟然出现了大量的树。我笑了笑，对观众们说道：“运气真不错，这个是纺锤树，也叫做瓶子树。如果大家在野外遇到这种树，那么恭喜你，你就不必担心缺水的问题了。”观众们顿时懵了，啥意思？这树难道还能储水吗？我好像听说过，非洲的猴面包树好像也有储水功能。没错，猴面包树和瓶子树一样，树干中能储存大量的水分。随即我拿出匕首插入树中，下一秒水便喷涌而出。此刻所有观众都惊呆了，这树怕不是个水桶吧？长见识了，我第一次见能喷水的树。像这样一棵树可以提供一家4口半年的饮用水呢。解释完，我就开始喝了起来。喝饱后，顺便将水壶也装满了。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我顺便还洗了一下头。以前我一直以为主播只能在河边洗头，今天才知道树下也能洗头。等到洗完头后，便再次出发，一直走到下午5点，我才停了下来。看到前方的大山，我有些兴奋道：“这应该就是金伯利境内的利奥波德王山脉。翻过这座山，我就快离开这无人区了。”我在附近找到了一块岩石，刚好能当做今晚的庇护所。就在这时，前方的草丛中跑出来一只野兔，许多观众顿时就来劲了。野兔这是主动送上门来了。冲呀！今晚烤野兔。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要吃就吃麻辣的。下一秒，我拿起棍子直接朝兔子砸了过去，一击命中，观众们都看呆了。炸野兔这么简单吗？厉害了，还是主播强啊！
太没挑战了。看过主播之前的视频后，现在抓兔子我根本提不起兴趣了。而我倒是挺高兴的，今晚又有兔子吃了，不错不错。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也找了些木头，开始生火烤肉。吃完野兔后，我便心满意足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竟有条蛇正朝我靠近，观众们都惊呆了。完了完了，主播还没睡醒啊！这是啥蛇？有没有专家出来科普下？这个我认识，是澳洲虎蛇，它是澳洲排名第1的危险蛇类，比之前遇到的蛇都要毒。听到这话，蔡坤内心狂喜。嘿嘿，要是落雪被咬一口，那这次荒野挑战就得退出了。就在虎蛇快要扑向我时，危险感知天赋触发，我瞬间避开了攻击，我被吓了一跳。一大早就遇到澳洲虎蛇，同时观众们也瞬间沸腾了。主播666，什么情况？主播咋做到的？刚刚不是还在睡觉吗？这难道就是对危险的第6感吗？我没时间看弹幕，因为此时又多出来一条虎蛇朝我靠近。落雪被2条虎蛇包围了，这下看你这小子怎么应对。但随着虎蛇发出叫声，我忽然也有模仿的冲动。这难道是我昨天抽到的声音模仿天赋？原来是这样用的。接下来我就跟着2条蛇叫了起来。主播这是要闹哪样？不会以为学虎蛇的叫声就能让虎蛇认为它是同类吧？但下一秒2条虎蛇竟就准备离开了，所有人都傻眼了。怎么可能？主播难道懂兽语？2条虎蛇就这样走了，我还想看落雪出糗呢。又让蔡坤失望了，这次不仅不会出糗，还能多2条美味的食物呢。什么？主播难道想要搞偷袭？荒野求生第4天，我被2条蛇围攻，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落雪现在什么工具都没，碰到2条虎蛇，这下恐怕是要遭殃了。可下一秒，我使出声音模仿天赋，2条蛇竟就被骗走了。这2条蛇啥情况？怎么突然走了？赶紧回来咬落雪啊！我笑了笑道：“这2条美味的食物，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放任他们离开呢？”下一秒，我瞬间甩出匕首，然后再将木棍甩出，2条虎蛇全都命中，观众们瞬间沸腾了。主播666，主播太强了！刚刚你是怎么做到模仿蛇的声音的？我一边烤蛇一边解释道：“我只是学过一点点口技。”好家伙，一点点口技就能骗到2条蛇，我不信。主播应该说的是一点点。接下来我补充完体力，就准备开始前往利奥波德王山脉了。我一边小心朝山上攀登，一边给观众们科普：爬这种山，大家最好不要抓住杂草借力，可以的话，我们尽量选择稍大一些的灌木丛辅助攀登，否则就像这样。接下来我就没有再看弹幕，而是专注于爬山。3个小时后，我爬到了山顶。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种地形下降，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慢速。5个小时后，我平安到达了山脚。此时太阳也落山了，我生了火就直接睡了过去。隔天一早，我便继续出发。没多久，我就看到了一些破旧的石屋。主播，这些石屋是现代人类住的吗？不是的，这应该是澳洲土著的旧址。既然曾经有土著在这里生存，那说明附近肯定有满足他们生存的条件。于是我在附近开始寻找，突然我躲进了草丛，前方距离200-300米处有几只野狗在树下乘凉。食物来了，主播冲啊！主播别冲动，快跑吧，别被野狗群盯上了。楼上的你是新来的吧？主播可是连狼群和熊都打败过的人。我笑了笑道：“我数了下，一共有7只狗，和大多数原始野犬一样，澳洲野狗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说话间，我已经找到了排名最低的那只野狗，它正在灌木丛下面负责警戒着，而那只就是我接下来要捕猎的猎物。于是我利用灌木丛，小心翼翼地朝野狗走去。观众们都懵了：主播不怕被狗咬吗？澳洲野狗的速度超过50千米每小时，平均速度能达到13米每秒。主播确定能抓到？弹幕说的没错，不过只要让我接近野狗50米距离内，我就有把握。就在我距离野狗60米处距离时，放哨的野狗忽然看到我这边，所有人顿时一惊，完蛋了！难道主播被发现了？而就在这时，我猛然暴起，速度太快，来的就像是龙卷风，下一秒野狗群四散而逃。此时我眼里只有那只最为弱小的野狗，3两下就将野狗制服。此刻所有人都惊呆了。主播刚刚是不是飞起来了？不知道，刚刚好像有一阵龙卷风从屏幕中吹了出来，没看清。主播这速度真的是人类能跑出来的吗？我笑了笑道：“低调低调，基本操作而已。”突然危险感知触发，一支弓箭射了出来。
什么情况？哪里来的弓箭？荒野求生第5天，我刚捕获一只野狗就被土著人盯上，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这些土著人是来者不善啊！落雪这下完蛋了。看到土著人，我顿时一惊，立马扛起野狗逃窜，跑了半小时，竟都没有甩掉土著人。我跳到河对面，隔着2米的距离，土著人愤怒地用长矛对准了我，说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观众们都懵了。有没有澳洲本地人？谁出来翻译一下？我是澳洲人，不过土著人的语言，我们本地人也听不懂啊。主播完蛋了，沟通不了，那就只能继续逃跑了。但我可是拥有大师级语言技能的，我听得懂，大家不用担心。土著人话里的意思就是以为我是坏人，要将我驱逐出去。随即我开始和土著人无障碍交流，此刻所有观众都惊呆了。主播连土著话都会吗？我看落雪就是在装，大家不要相信落雪。但下一秒，2个土著竟然收起了长矛，并来到我身边拿走了野狗。主播，他们要干嘛？我笑了笑道。其实他们想要邀请我去他们部落做客，现在我跟着他们就好了。观众们顿时懵了。主播，你开玩笑吧？你不怕他们吗？对啊，主播要小心哦。实际上大家对土著可能存在误解，他们并没有那么野蛮，想要对我不利，可能就直接动手了。这华为 Mate 60 Pro 一机难求，你在荒野是如何得来的？这手机多的是，左下角厂商找我合作，这次准备了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各2000台，都是1TB 顶配，颜色任选。都说左下角能领手机，我根本就没领到过。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左下角可是官方认证的，现在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还真是，这苹果15 Pro Max 已经发货了。你再搭配上我的专属攻略，升级更快。什么攻略呀？就点我左下角链接，再点底部下载，登录就送喷火神龙和极品红武，首充1元飙升300级，3天上榜1，苹果华为轻松领。我再去领台华为，我也下载一个试试。没走多久，我就来到了土著人的部落。来到部落旁边的2个土著人就开始兴奋地大声呼叫，然后就出来了5、6个人。只见这2个土著在中年首领面前说着什么，然后部落首领来我面前和我交流了几句，随后竟竖起了大拇指。直播间内所有人都看呆了，啥意思？部落首领这是称赞主播了吗？主播666，连人家老大都忽悠住了。我笑了笑，也没说啥，我就是说那只野狗是我一个人捕获的而已。随着夜幕来临，外出狩猎的土著也回来了。他们今天收获不错，有几条鱼和1头袋鼠，将食物全都放在了火堆上烤。我也没闲着，用我的大师级烹饪技能开始制作狗肉。部落首领给我拿来了盐巴和辣椒进行调味，很快一大桌菜就完成了。尊敬的客人，你先吃，今晚一定要吃饱啊！我点点头回道：感谢首领的款待，我就不客气了，大家也一起吃。左下角这华为也发货了，那是左下角可是极速通道，快着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吃饱后，部落首领又对我说了几句话，我顿时一喜。兄弟们，刚刚首领和我说，他们采摘了一些水果，马上拿上来。土著人竟然还讲究饭后甜点，羡慕主播了，这应该是主播这5天吃的最好的一晚上吧。很快各种水果就拿上了餐桌，可当我看到首领拿着虫子朝我走来，我脸色顿时就变了。主播不会又要吃虫子了吧？这可是首领送来的美食，主播应该不好拒绝吧？首领连续往我身前放了3只虫子，我连忙叫停。首领，这些够我吃的了，这样的美食应该给其他人也留一点，我谢谢你。首领欣慰的笑了笑，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真体谅人，生怕我们吃不够，宁愿自己少吃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说完，我一口气将3只虫直接咽了下去，然后连忙吃几个水果压一下味道。我太难了，眼前有这么多美味的食物，我竟然还要吃这虫子。荒野求生第5天，我在土著部落吃毛毛虫，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眼前这么多美食，落雪却在吃毛毛虫，土著人不会是不欢迎落雪吧？你懂什么？这毛毛虫可是有特殊含义的。这里的男性土著会将毛毛虫送给女性土著，当作定情信物。观众们顿时一惊，难道部落首领给主播吃毛毛虫是看上主播了？那倒不是，只是表达一种尊敬而已。隔天一早，我正在和土著首领道别。等一下，昨天你请我们吃了肉，这个是我珍藏的桉树蜜，送给你吧。我顿时双眼一亮，土著人也太热情了吧，好想去他们部落做客。
拉倒吧，人家土著都是以物换物，你去啥都不会，只会吃。我笑了笑，接过蜂蜜，便向土著人挥手告别。有了这蜂蜜，接下来的求生，我也更加有信心了。我沿着河流一直走，就能找到返回人类社会的路了。可是没多久，我竟然看到了鳄鱼的痕迹。蔡坤顿时就乐了，看来这条河里有鳄鱼，落雪恐怕要原路返回，绕远路走了。主播别怕，要不做个木筏过河试试吧。我走到河流前说道，制作木筏理论上是可以过河的，如果有橡胶一类的东西，将它绑在木筏上，那就更好了，因为鳄鱼非常讨厌橡胶的味道。那主播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找材料制作木筏吧。我摇了摇头道，我不打算花时间制作木筏，而是准备从这里游过去。观众们瞬间就炸锅了，游过去，主播怕不是疯了？主播难道不怕水里有鳄鱼吗？落雪口气也太大了，听坤哥一句劝，鳄鱼你把握不住，还是做木筏别抱有侥幸心理了。切，虽然我游泳过去有些冒险，不是100%的安全，不过我有把握。随后我观察了1个小时的河流，大概有6、7只鳄鱼将头冒了出来。好了，我准备要过河了。主播别冲动啊！之前主播在洪水逃生和蛇口逃生，这次我相信主播。我笑了笑道，大家不用担心，这河流宽度只有5米，而我游过这条河大概需要5秒时间。这么有信心，那就开始你的表演吧。小心前面潜藏着一只鳄鱼，等待你主动送上门哦。我没有犹豫，直接跳入水中。不过好在我惊险地抵达了岸边，但此时后方有一条鳄鱼缓缓浮上水面，我连忙逃离了此地。观众们瞬间就沸腾了。主播666，太刺激了！要是主播慢一点，可能就要没了。主播，你是咋确定下河的时候周围没有鳄鱼的？我笑了笑，解释道：其实鳄鱼捕食大多采用伏击的方式，所以理论上过河的时候，只要不是刚好在鳄鱼身边，我们就是安全的。哦，我懂了，主播之前花1个小时观察，就是查看鳄鱼的位置。没错，鳄鱼每隔1个小时，它们是需要浮出水面换气的。接下来我一路走到了夜晚，我爬上一棵树说道：这个地方不错，我今晚准备睡在树上。主播为什么要睡这么高的树上啊？万一晚上翻身掉下来怎么办？我无奈地说道：我现在还在鳄鱼的领地，而且雄性鳄鱼会在其领地内进行巡逻，所以树上比较安全。和观众们聊着聊着，我也就睡着了。隔天一早，直播间就热闹了起来。树下好大一头鳄鱼，主播这下遭殃了，连跑都跑不了。而我却是笑了笑说道：大家说用鳄鱼配上蜂蜜来当早餐，味道会怎么样呢？此话一出，整个直播间鸦雀无声。落雪不是开玩笑的吧？难道是我幻听了？荒野求生第7天，我竟被鳄鱼盯上，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这条鳄鱼5米长，身上的鳞片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现在落雪只有一把匕首，根本不可能对付鳄鱼。但我却并不慌。大家觉得用鳄鱼配上蜂蜜当做早餐怎么样？观众们顿时惊呆了。主播疯了！主播不会是想用你的20公分的匕首对付鳄鱼吧？别开玩笑了，据说鳄鱼和恐龙是同一时期的生物，基本上没有天敌。我笑了笑说道：我没有开玩笑，就凭我这把匕首足矣。哟，看来落雪挺有自信，可别上去送人头了哦。蔡坤，你这人怎么不判点好呢？以前主播每一次都是化险为夷，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就是主播加油，我们相信你。看着观众们纷纷站出来为我说话，我内心有点小窃喜。大家不用担心，鳄鱼虽然有着坚硬的鳞片，但是眼睛是鳄鱼薄弱的地方，所以我必须精准用匕首从鳄鱼眼睛刺进它的脑袋，机会只有一次。随即我直接从树上滑了下来，而鳄鱼也朝我走了过来，观众们都傻眼了。主播快跑啊！跑不了了，主播现在应该已经处于鳄鱼的攻击范围了。这个时候，只要主播有太大动作，就会激怒鳄鱼。而下一秒，我竟然朝鳄鱼走去，鳄鱼直接朝我咬了过来，我却拿出蜂蜜罐朝鳄鱼嘴里丢去。拿来吧你！一击命中落点，鳄鱼应声倒地。此刻所有人都沸腾了。主播666竟然能打败鳄鱼，这可以说是完胜了吧？主播威武霸气。好了，现在咱们开始做早餐吧。于是我找了一些干木头生火，将鳄鱼架在火上烤了起来。等吃完早餐，我们就继续赶路。今天应该就能离开昭澳洲荒原了。舍不得主播，接下来主播准备去哪呢？我笑了笑道：下期直播的地方，我暂时还没想好呢。而此时蔡坤说道：我有个建议，要不主播下次去大新吉石林吧？对，这次荒原和你比赛失误了，你敢不敢和我去大新吉石林比一比？主播不要上当，大新吉石林至今从未有一个冒险家可以征服这座庞大的石林。听到没人征服过，我瞬间就来了兴趣。
李仁看出我有些心动，再次说道：“我们来场友谊赛，看谁能走出大新吉石林，谁输了谁就拜另一个人为师。”主播别答应，我刚刚查了李仁，他是全球攀岩比赛的冠军，在石林比赛主播吃亏啊。但我却不以为意。既然李仁都主动挑战了，那我也不介意教训一下你这个外国荒野专家。还不一定谁教训谁呢，等我踩着落雪上位，他的观众就全都是我的了。这时鳄鱼已经烤熟了，于是我便大口的吃了起来。吃饱后，我就继续赶路了。3小时后，我来到了栅栏前，只要穿过这个栅栏，我就回到人类社会了。没多久，白林路等人就来接我了。我坐在车后和观众们道别。好了，观众朋友们，这7天的荒原求生就到此结束了，下次冒险不见不散。此时泰坤却是异常的高兴，李仁可是攀岩冠军，落雪竟敢答应在石林比赛，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荒野求生第3站，我来到了石林，却被攀岩高手李仁下挑战输。但我可是觉醒了荒野直播系统，直接将攀岩技能提升到神级，并激活了天赋猿猴血脉。嘿嘿，这下就算你是攀岩冠军，我也照样拿下你。接下来我就来到了大新吉石林，准备和李仁进行一场荒野生存比赛。李仁拿出了地图，这几天我在大新吉石林实地考察了下，这个求生地点非常不错，你看行不行？都可以吧，我无所谓。呵呵，口气这么狂，我可是比你们提前来了3天，周围环境都打探清楚了，我看你怎么赢我。当然我并不在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小把戏根本不值一提。既然确定了地点，那明天会合一起出发吧。第2天一早，我便打开直播。大家好，本次荒野直播，我们来到了大新吉石林，观众们瞬间沸腾了。我第一，主播终于又开播了，太期待了！主播这次准备求生几天？主播还吃虫子、抓鳄鱼吗？刚开播，我的人气值瞬间就冲到了5000万，李仁在一旁都看懵了。我直播2年，人气值都没过100万，这家伙也太离谱了吧！接下来我们乘坐直升机前往大新吉石林，找到了一片平坦处，我们利用绳降的方法成功降落。现在我们降落在了大新吉石林中心的绿洲中，接下来我们要翻越东面绵延不绝的石林，找到回归人类社会的道路。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比赛吧。想要退出的话，可以用华为卫星电话联系救援队，我不会笑话你的。这不是一机难求的华为吗？好帅啊！这华为 Mate 60 Pro 是我左下角免费领的，在荒野没信号也能卫星通话救援。左下角我只领到苹果，哪有华为？华为是限时福利，只有我左下角链接才有。这次厂商新年福利活动，特意准备了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一人一台，看到视频的都能参与。落雪先生，您安排的福利已经更新好，放您视频左下角了，请查收。还真有华为啊，咋领啊？就点我左下角高爆链接下载游戏，上线就弹出零手机界面，开局首充参与抽绝版坐骑，新增 AI 托管打 BOSS，2天直升400级，直接霸榜全服，苹果华为轻松领。我这就去下一个。这次李仁带的求生装备有岩石钩、快挂、各种绳索等等攀岩装备。主播你带的东西好像有点多啊。李仁却是笑了笑道：“这些都是攀岩器材，在这石林中必不可少。”那就奇怪了，我看落雪主播就只带了一条登山绳啊！李仁顿时一惊，怎么可能？你确定吗？这让观众们都唏嘘不已。骗你干嘛？落雪才叫求生，你怕不是专门来攀岩的吧？李仁却是不服气道：“只带一条登山绳就敢来大新吉石林，落雪这家伙怕不是个愣头青。这次我赢定了。”另一边，我正在介绍这次带的4样求生工具，分别是匕首、登山绳、水壶以及手表。利用手表确定好方向后，我便朝前方的乔木林赶去。没多久，我找到了一棵巨大的藤蔓，这是一根热带雨林常见的黄藤属藤蔓，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水分。我抽出匕首，直接划开了藤蔓，瞬间就有水涌出。我只是喝了几口，便继续赶路了。这藤蔓的汁液还是有些苦涩的，饮用过多的话可能会导致腹痛，所以我才没有多喝。忽然，头顶的藤蔓一阵摇晃，我抬头一看，几声叫声传来，观众们瞬间兴奋了起来。主播吃的来了，石林第1餐哦。不过这么高，主播应该没法抓到吧？我笑了笑道：“大家想不想看看这里的猴子？这叫声是猴子吗？主播难道有办法抓到它？我试试吧。”随即我就使出声音模仿技能，发出了猴子的叫声。没多久，竟有只猴子沿着藤蔓荡了过来，观众们都看懵了。太恐怖了！主播不会是所有的动物声音都能模仿吧？主播666，猴子的语言都会，这口技太厉害了！有了这口技，在荒野求生，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还饿了。
荒野求生第3站，我来到石林，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你的对手可是攀岩冠军李仁，这下看你怎么装。但我却毫不在意，直接用声音模仿技能吸引来了一只猴子。这家伙怎么会我的语言？怕是个老六，赶紧溜吧！看着猴子离去，观众们瞬间炸锅了。主播快追啊！这可是你石林的第1餐。我又没说要吃，而且我也追不上他呀。说完，我就继续往前探索。忽然，我双眼一亮，这是一棵腐烂的树，这里面肯定能发现一些昆虫的幼虫。观众们都懵了。主播，你是不是吃虫子吃上瘾了？主播放过那只猴子，难道就是为了找虫子吃？我老脸一红。你们以为我愿意啊？我这不是没办法吗？声音模仿天赋1级，只能对这些猴子好奇心比较重的人，或者像蛇这类视力不好的动物使用。如果对着野猪这种暴躁的，我恐怕要被这家伙撵着跑。我轻咳一声解释道：“不是我喜欢吃虫，大家可能不知道，昆虫的蛋白质是牛肉的4倍，所以咱们还是别挑食了。”然后我找到了4只幼虫，一口气全部吃下，差点没呕出来。缓了半天，我才继续在附近搜寻起来。果然又让我发现了几棵棕榈树。我笑了笑，和观众们说道：“这可是许多人在森林的救星。棕榈树的树心是可以食用的，里面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钙等等。但是我对于吃树并没有兴趣，我可是要在荒野吃大餐的人。”另一边，李仁却在大口大口地啃着棕榈树。嘿嘿，棕榈心的味道真不错。主播真的这么好吃吗？可是刚刚落雪却是一点都不想吃的样子。你们在说什么？落雪竟然不想吃棕榈心？难道他不懂这是多么珍贵吗？不是，落雪他懂，还详细给我们介绍了棕榈心的成分呢。李仁瞬间就感觉手中的棕榈心不香了。这家伙也太装了吧！有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干嘛？我刚刚瞅了一眼，落雪现在遇见了一条蛇，准备抓了当晚餐呢。真的吗？落雪这么强，我也去看看。李仁无语了，都别走啊！我继续吃树给你们看。另一边，我正给观众们科普着。这树上的是一条树蚺，一般来说，判断蛇是否有毒的标准就是看它们的脑袋，因为毒蛇的毒囊一般都藏在它的脑袋两侧，所以它们的脑袋呈3角形。但这个标准不适用于所有的蛇类。随即我就准备爬树，观众们顿时一惊，主播这蛇的脑袋可是3角形的啊！我听说树蚺没有毒，主播确定没认错？我摇摇头道：“3角形脑袋正是马达加斯加树蚺的显著特征，很多人经常会将它误认为毒蛇，但是其实它并没有毒。”随即我拿出匕首，一飞刀精准命中树蚺，观众们都看呆了。主播666，这么轻松就抓到了蛇。主播今晚又可以加餐喽。我笑了笑，将蛇拿了下来。突然我感觉蛇尾部硬硬的，伸手一摸，顿时露出喜色。这条树蚺好像有蛇蛋。而此时蔡坤却出来嘲讽道：“骗谁呢？你当我们观众傻吗？蛇不都是从蛋里孵出来的，怎么可能在蛇体内？”不懂就不要乱说。蛇类和蟒类不同，大多数蟒类其实是胎生的。顾名思义，卵胎生就是它们不会将蛇蛋排出体外，而是留在体内孵化蛇蛋。原来如此，长见识了。这条树蚺我们晚点烤着吃。现在我们再找找还有啥食物吧。我扛着树蚺来到了一片小溪处，这里的动物脚印有不少，所以我就利用附近的藤蔓布置了一些套活陷阱，这样明天的食物也就有着落了。就在我准备在河边清理蛇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蛙叫。我拨开草丛一看，这竟然是只红色的青蛙。好漂亮的青蛙啊！主播赶紧抓它。这颜色这么鲜艳，肯定有毒，主播不要碰。我点点头道：“这叫做番茄蛙，它的表皮确实有毒，不过去掉表皮后，它的肉质不仅没有毒，还十分鲜美呢。”说罢，我就捡起棍子开始打番茄蛙。此时蔡坤却是郁闷不已，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落雪这边都要开始吃大餐了，而李仁却在啃棕榈心。荒野求生第1天，我在石林抓到了番茄蛙和树蚺，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虽然你狩猎厉害，但是明天你将会经过石林，攀岩可是李仁的强项，我看你还怎么狂。但我却丝毫不在意。我刚抽到猿猴血脉，攀岩那不是简简单单。接下来我在附近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庇护所，然后生起火开始制作晚餐。不知何时，周围的蚊虫竟变得多了起来，空气异常闷热，蚊子变多，这是气压下降的征兆。气压下降啥意思？主播说人话。简单来说，就是要下雨了。说罢，我连忙跑到了一棵树下，直接拿小刀从树上割下了一块树皮，然后带着树皮返回营地。直播间观众看得一愣一愣的。主播不是说要下雨吗？为什么要割下一块树皮？主播不会吃肉吃多了，想吃树皮了吧？我笑了笑说道：“晚上蚊虫肯定很多，这树皮可以用来驱蚊。”
然后我用一块石头将树皮捣碎，并用捣碎的汁液涂抹在了脸上。这是土著人常用的驱蚊手段，防蚊效果十分有效。观众们恍然大悟，主播太厉害了，连这种防蚊知识都知道。多谢主播，今天又学到了。此时另一边，李人都快要崩溃了，脸上都被蚊子叮满了痘痘。更加不幸的是，石林还下起了阵雨，观众们顿时就乐了。太搞笑了，主播也太惨了吧！只要熬过今晚，明天攀岩就是我的强项了。今晚又是下雨又是蚊子的，落雪肯定也不好过。主播你错了，只有你这么惨。落雪它不仅没有蚊子咬，还在吃烤肉呢。另一边，我正在吃着烤蛇和番茄蛙。吃饱喝足后，我便说道：“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今晚养精蓄锐，明天开始爬山。”主播我还没看够呢，我给你刷华为 Mate 60，你再播一会儿呗。不会是大哥这么难抢的手机，说刷就刷？抢啥啊？主播左下角多的是，我第2台都要到货了。我上次看都领完了。之前活动库存太少，这次特意换了新厂商，不仅库存足，领的还更快，下载的基本都领到了。我这台苹果15在新链接随便试试就到手了，比之前都简单。真的假的？你不信，从我左下角点进去试试，是不是一打开能看到领取界面？哎，还真有苹果15啊！我验证过，才和左下角合作的不限量的苹果15是我争取的最新粉丝福利，1人限量1台，都全新顶配机。我用不惯苹果啊，华为 Mate 60是不是很难抢？不难，你继续从我左下角优先领手机的链接下载上线，升级快10倍，一会儿华为准到手，隔天送到家。这么简单，我马上去。隔天一早，太阳升起，雨停了。我走到了昨天布置陷阱的地方，顿时一喜，2只野猫正挂在半空中。这么多肉，主播怕不是要吃上2、3天了。下次荒野求生，主播带上我吧，我帮你拿食物。我笑了笑，拿好2只野猫，便继续赶路了。另一边，李人在弹幕得知我又抓到猎物时，却是不服气道：“让你找到再多食物又如何？接下来攀岩靠的是技巧，而不是谁的食物多谁就能赢。”很快，李人来到了石林的边缘。李人放下背包，拿出了岩石钩和绳索，将岩石钩向上抛去，确定牢固后，便直接朝山上爬去。李人加油，让落雪知道我们的厉害。与此同时，我也来到了巨石下。主播，你好像只带了一条登山绳，你打算怎么上去啊？对呀，登山绳对于攀岩好像没啥帮助。我笑了笑道：“我准备徒手攀岩。”此话一出，直播间瞬间炸锅了。什么？主播怕不是疯子吧？要知道，李人可是装备齐全才敢进行攀登的，而主播想要徒手攀岩，恐怖如斯。主播要是爬到一半，就连反悔下来的机会都没了。而我却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一边做热身运动，一边解说：攀岩我们要做好热身准备，否则在攀岩的时候肌肉拉伤或者抽筋就不好玩了。热身完毕，我便开始徒手攀岩。10分钟不到，我已经爬上了30米。主播身体素质真是强悍啊，就好像有用不完的力量一样。那可不，我的身体强度可是普通人的5倍。就在我爬到50米时，岩壁竟变得更加光滑。看到这一幕，蔡坤却是内心狂喜。现在你进退两难，这岩壁这么光滑，看你如何是好。蔡坤，你怎么还酸呢？主播要不是没带攀岩装备，怎么可能被困住？呵呵，又不是我不让他带装备的，这只能说明他狂妄自大。但我却不慌不忙地说道：“猿猴血脉激活！”下一秒，我竟然在光滑的岩壁上攀爬起来。蔡坤都看呆了，什么情况？这家伙手掌难道可以粘住石头吗？荒野求生第2天，我徒手攀岩60米石林，却被主持人蔡坤疯狂嘲讽。就算你徒手攀岩厉害，又能怎么样？在这石林中，困难还有很多，希望你能坚持住哦。但我却不以为意地继续前行。此时后方的李人呆立当场。观众不是说落雪只带了一条登山绳吗？这家伙怎么爬的比我还高还远呢？落雪不仅爬得比你高，还比你快呢。60米31分钟就爬上来了，而你40米却用了38分钟。李人顿时懵了，怎么可能这么快？他是不是作弊了？不好意思，落雪可没有作弊，爬这种难度的岩石，落雪只需要几根手指就搞定了，好吧？李人满脸问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落雪是徒手攀登上这座石林的。此话一出，李人瞬间瘫坐在地。不可能，我可是攀岩冠军，竟然被人用徒手攀岩打败了。另一边，我正在不断的翻越岩石，一直走到了晚上，我才用登山绳爬了下来，然后找了一些木头生起火，说道：“今晚就在这里凑合睡觉，明早应该就能离开这个石林了。”隔天一早，我却是傻眼了，
眼前竟没路了，只有一个岩洞。蔡坤顿时一喜，看来落雪之前的路白走了，还得原路返回绕道走。而我却是笑了笑，对于一般人肯定就要绕路走了，不过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还能怕这小小岩洞。接下来我就拿起一个火把朝洞内走去，忽然直播间中传出了水滴声，观众们顿时一惊，主播这里太黑了，好可怕，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对啊，前方好像还有水呢，主播不会被淹没吧？别怕，在洞内火把没有熄灭，说明里面氧气充足，并且还有风吹过来，说明这岩洞是有出口的。说罢，我就继续向前摸索前行。就在水淹没到了膝盖时，突然有几道黑影从我头顶飘过，将观众们吓一跳。什么东西？别吓我！好可怕！主播确定这里安全吗？忘记和大家说了，这种岩洞里面蝙蝠很多，而且我总感觉水里踩到了很多软绵绵的东西，可能是蝙蝠的粪便。于是我一边和观众们解说，一边用火把驱赶着蝙蝠。蝙蝠的种类很多，并且身上携带的病毒多达139种，所以得加倍小心，千万不能被咬到了。而且这里除了蝙蝠，我并没有发现其他生物，那就说明蝙蝠捕猎就要飞到外面去，那我应该就离洞口不远了。说着说着，水位已经来到了我的胸口处。此时火把竟突然熄灭了，观众们瞬间就慌了。什么情况？火把怎么灭了？主播这下危险了，这种情况恐怕是救援队都救不回来了吧？落雪现在进退两难了，继续前进，这么深的水不小心就会摔倒，而现在回去，后方还有大量的蝙蝠，这下落雪完蛋了。在这黑暗中很容易将人击溃，但是我却非常的镇定。快速适应黑暗，有一个办法就是闭上眼睛，2分钟后再睁开。随后我直接潜入水中，用背包放在身前，开始朝前游去。在水中碰到了礁石，碰到了岩壁，但我前进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忽然视野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点，我兴奋地喊道：“那是出口！”观众们也都沸腾了。主播666，主播得救了，太刺激了。而蔡坤却是郁闷不已。落雪这都能逃出来，难道这世上没有他怕的东西了吗？荒野求生第3天，我横穿岩洞成功逃离石林，而李恩得知这一消息，顿时懵了。这家伙只用了3天就走出了石林，而我这个攀岩冠军竟只走到一半，这家伙还是人吗？另一边，我正在选择下次冒险的地点。这次我要去动物多的地方，塞伦盖蒂大草原，我来了。主播准备啥时候去呢？对啊，主播打破了好多世界纪录呢，徒手攀岩、洪水逃生、滑板沙尘暴、单挑鳄鱼等等，在外国求生界都火了呢。低调低调，1个星期后我们再去塞伦盖蒂长期生存开播。主播你疯了吗？那里可是有许多凶猛的肉食动物，主播竟想在那里长期生存。此时蔡坤也出来嘲讽道：“落雪也太飘了。”经历几次荒野挑战，还真觉得自己无敌了。在塞伦盖蒂长期生存，怕是在做梦。咱们走着瞧。转眼7天过去，我如约来到了塞伦盖蒂。刚没走几步，就听到几名探险者正在讨论我。兄弟，你们来这冒险吗？怎么可能？这里这么危险。不过有个华夏男人徒手征服了大星级石林，你们听说了吗？是啊，我也听说了，所以专门过来看他的。看来大家都是直播，哪有现场看的爽？到时候我们组团直接坐观光热气球，去他生存的地方看看怎么样？好主意啊，我加入。我听得差点笑出声来，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这么火了吗？窃喜过后，我来到了热气球观光处，便开启了直播。刚开播1分钟，人气值竟就已经破亿了。主播，你这次是坐热气球去目的地啊？厉害了，主播花样越来越多了啊！这玩意我都没做过。热气球不会爆炸吧？安全吗？我笑了笑回道：“这个热气球是氦气球，是一种惰性气体，所以爆炸的概率是很小的呢。”说罢，我便走到热气球内，飞行员就开始操控热气球上升了。感觉好刺激啊！不过主播知道这玩意怎么控制方向吗？我笑了笑道：“其实很简单。”大家看到热气球上根本没有方向舵，所以它是随风而行，不过不是乱飞哈。驾驶热气球不同高度、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风向都是不一样的。想要调整方向，我们只要寻找不同风层就行。主播懂得好多啊，不过你会操控热气球吗？我也想啊，不过旁边的2名飞行员肯定不会让我操控的，毕竟这玩意也是要驾驶证的。接下来我便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向观众们介绍下方的动物群。聊着聊着，突然天色暗了下来，天有不测风云，塞伦盖蒂的雨季真不是盖的。我还没到达目的地呢。先生，恐怕我们要返航了，要不换个时间再来吧。
我看了眼地图，距离目的地只有10公里左右。我摆了摆手，对飞行员说道：“没关系，在这里把我放下吧。”这家伙怕不是疯了吧？他难道没看出来大雨就要来了吗？别犹豫了，就这里下降吧。晚了你们怕是不好回去了。那行吧，你的安全自己负责。飞行员将热气球悬停到离地面10米处，我通过降落绳轻松滑到了地面。现在我们去找避雨的地方。刚说完，天空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完蛋了，看来第一天我就要变成落汤鸡了。这种情况，我只能举着背包朝目的地方向前进，并且看看哪里有适合避雨的地方。主播出师不利啊，万一感冒就麻烦了。落雪不会刚来第一天就要感冒退出了吧？这可就太丢脸了。此时我也有点担心了。现在我已经感觉四肢发冷，虽然可以通过运动来维持身体热量，但那只是权宜之计。谁都不知道这场雨会持续多久，我总不能一直运动保持体温吧？就在这时，我突然瞪大双眼，只见前方一队象群经过，直播间内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压迫感，我麻了。我数了一下，大象有20头左右。主播赶紧苟起来！我连忙躲进一旁草丛，静静等待象群走远后，我这才笑了笑道：“我跟上去看看，搞不好有惊喜哦。”屏幕前的求生专家都傻眼了。什么？这又是啥操作？主播疯了吧？我本来是过来学技术的，没想到主播是个莽夫啊！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此时泰坤也是内心窃喜，没想到落雪竟然这么自大，还想打大象的主意。落雪这下要倒霉了。荒野求生第一天下起了暴雨，而我竟然在跟踪象群，这一幕却遭到主持人泰坤的疯狂嘲笑。落雪要是惹毛了大象，恐怕就要被一脚踩扁了吧？但我却丝毫不在意。蔡坤，你懂什么？跟踪大象群，它可以带领我找到一处稳定的水源，这是其一。其二，大象也不可能一直在雨中淋雨，它也会寻找避雨的地方。观众们恍然大悟，主播666，主播厉害啊，跟踪大象都想得出来。这时象群却在舔一块石头。这是等待象群离开后，我便也伸出舌头一舔，随即我双眼一亮，果然我猜的没错。观众们直呼辣眼睛，主播竟然舔大象舔过的石头。主播怕不是个傻子吧？难道以为石头还能吃不成？楼上的2个你们懂啥？这一幕我们老观众以前看过，主播肯定是又找到盐矿石了。我笑了笑，点点头，便继续跟踪象群。虽然找到了盐矿石，但现在主要还是寻找避雨的地方。就这样走了半小时左右，象群走进了乔木林躲雨，而我看到了一处高大的巨岩，刚好能作为我的避雨地。我爬到了巨岩底下，找到了几根木棍，便直接生起火来。赶紧把衣服烘干，否则很容易导致体温过低的。等到衣服烘干后，雨也慢慢停了下来，半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我看了看下方，象群已经离去，我无奈的笑了笑。对付这些动物，光靠我带的匕首可不行。这里鸟类动物、爬行动物都很多，看来我得制作一些狩猎工具才行了。于是我爬下巨岩，朝乔木林走去。没走多久，我竟然发现一种奇特的灌木，找到好东西了，这是糖棉。什么糖棉？难道说这是棉花吗？我笑了笑，解释道：“这叫糖棉，也叫做气球花，罗摩科素跟草本直立灌木，里面的棉絮可以作为引火的引燃物。不过棉絮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制作吹箭的材料之一。”收集完棉絮后，我忽然看到前方草丛动了动，我小心将草拨开，竟发现是只绿色的小蛇。我定睛看了看，说道：“这是一只蟒蛇。”观众们都傻眼了。主播，你是不是欺负我没文化？蟒蛇怎么可能这么小？主播你别逗了，这肯定不是蟒蛇。我捡起木棍，将小蛇扒拉到草地上，回道：“它的名字叫球蟒，是蟒蛇科，同时它也是最小的蟒蛇。”说罢，我拿出匕首，便朝球蟒刺去。不错不错，今晚的晚餐有着落了。等到我回到了巨岩上时，已是傍晚。我一边烤蛇，一边笑了笑道：“以前每次求生第一天过得都不太好，没想到这次竟吃到了肉。”吃饱后，我便准备睡觉了。草原的夜晚依旧很热闹，头顶时不时传来鸟叫，远处还能听到兽吼声，让我感到十分的不安。等到第二天清晨，我想了想道：“我必须先做个狩猎工具出来，要不然总觉得没安全感。”于是我在附近找到了一根 V 字形的树枝，然后拿出匕首开始雕刻。很快一个回旋镖就做好了，我试了试，很是满意。对付猎狗狮子回旋镖的杀伤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观众们看到回旋镖瞬间沸腾了，主播这玩的也太溜了吧！这次主播你可要好好给我露一手用回旋镖狩猎，别让兄弟们失望了。那必须的。随即便朝林子走去。我蹲在草丛中，瞬间站起身，丢出回旋镖，精准命中了一只兔子。观众们都看呆了。
这回旋镖杀伤力也太强了吧！主播回旋镖都用得这么熟练了吗？一击就中了。主播太帅了，我好爱啊！现在武器、火、食物都有了，就差水源了。接下来我朝乔木林内走去，没多久我就找到了一条河流。这处水源应该是草原里大多数动物的水源，所以选择这里搭建营地并不合适。看来还是巨岩上安全一些。而这时一棵棕榈树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将棕榈树砍倒，说道：“这下吹箭筒、吹箭、蜜蜂用的材料就有了，只差最后一样涂抹在吹箭上的毒药了。”我扛起棕榈树回到了河边，看着河里一块漂浮不动的枯木，我微微一笑，捡起一块石头用力丢去。鳄鱼吃痛之下不再伪装，渐渐离开了河岸。主播太机灵了吧，还知道先扔石头试试水。离谱，我差点以为那真是棵枯枝而已。忽然一只蜜蜂出现在我面前，我脸色一变，这是非洲蜜蜂，也叫非洲杀人蜂。这时头顶上响起密密麻麻的声音，我连忙将棕榈树丢下，狂奔而去。我在动物群之间穿过，下一秒草原上所有的动物都跑了起来。笑死了，明明是主播招惹了非洲蜜蜂，结果路过的动物全遭殃了。让我们来随机采访一位受害者，请问鸡哥，你当时内心有啥想法？多损啊！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忽然感觉有道龙卷风闪过，下一秒一堆蜜蜂就来追我了。此时蔡坤看到这一幕都乐坏了。落雪连狼群和棕熊都不怕，没想到竟被蜜蜂追着跑。荒野求生第2天，我竟然被蜜蜂追着满山跑，而主持人蔡坤却内心狂喜。落雪天不怕地不怕，没想到还有今天呢。此时我已经跑了5公里，直播间观众们都懵了。蜜蜂有这么恐怖吗？主播还在跑呢。我觉得主播不该来求生，应该去参加长跑比赛。这时我终于是甩开了蜜蜂，我松了一口气，说道：“那可不是普通蜜蜂，而是非洲蜜蜂。这不也是蜜蜂吗？竟然可以让草原上所有动物都开始逃跑。非洲蜜蜂可是有着杀人蜂的称号。”观众们顿时一惊，这不可能吧？杀人蜂那可是世界10大毒昆虫之一啊！是的，所以草原上的动物才会躲开呢，就连凶猛的狮群、象群碰到它们也要退避3舍呢。蔡坤却不是很相信，我看落雪就是怕了，给自己找借口呢。你可别小瞧了它们，只要被一只非洲蜜蜂蛰到，它就会在你的身体里留下信息素，这是蜂群发起攻击的讯号，就会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围攻你呢。但蔡坤却发现了关键问题，既然非洲蜜蜂这么难缠，而它们的窝又在水源附近，那落雪取水恐怕就困难了。蔡坤，你闭嘴！主播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们换个地方求生吧。但我却是笑了笑道：“没关系，今晚我就将非洲蜜蜂一网打尽。”什么？主播你没开玩笑吧？对啊，主播你两手空空，怎么和蜂群斗啊？我笑了笑道：“山人自有妙计，大家别担心。”接下来我先是收集了一大捆木柴，将一部分木柴做成了个木桶，用来装水。然后就开始生火，烤起了兔子。另外一捆木柴，主播难道准备用烟熏蜜蜂吗？别扯了，那蜜蜂窝挂在5米的树上，怎么可能熏得到？观众们纷纷开始猜测，而我却在不紧不慢地吃着烤兔。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我拿起木桶和木柴来到了河流处，只见前方的大树上正悬挂着一棵蜂巢。主播，蜂巢很高啊，烟熏的方法恐怕是不行了。而我却是笑了笑道：“谁说不行？把蜂窝弄下来不就行了？”随即我就拿出了回旋镖。难道说主播想要用回旋镖将蜂巢打下来？可是打下来也没用啊，只会让他们更加狂暴。此时我则是小心翼翼地走到蜂窝下方，将木材做成了一个架子，随即火速向后撤离。我深呼一口气，拿出回旋镖，直接向蜂巢甩出，一击命中，蜂巢落在了架子上。下一秒，蜜蜂群便朝我袭来，我连忙火速逃窜，犹如上午一般。我所经过的地方，所有动物都夹紧尾巴，一边惨叫，一边疯狂逃窜。跑了半个小时，蜜蜂才被甩开。太搞笑了，跟在主播后面的动物太惨了，被叮得满身包呢。这就是主播的办法吗？怎么还是逃跑啊？我缓过气来说道：“没事，现在让他们再嚣张一会儿，天黑后蜜蜂肯定要归巢的，到时候再收拾他们。”转眼间来到了晚上，我悄悄地接近蜂巢，而此时我后方草丛中竟出现了3双眼睛，那是3只饥肠辘辘的猎狗。但我并没有发现，而是将火棒点燃，直接丢向了蜂巢下方。下方的干草瞬间被点燃，浓烟将里面的蜂群全部熏晕，观众们瞬间就沸腾了。主播666，这么浓的烟，这窝蜜蜂没跑了吧？跑？怎么可能？都在火里了，还想跑？就在这时，一只猎狗朝我扑来，危险感知能力触发，我立马掏出匕首，划出一道寒光，
一只猎狗便倒在了地上。怎么，前面的2只猎狗还要上吗？那2只猎狗悲鸣一声，竟然就夹着尾巴逃走了。观众们都傻眼了，啥情况？主播直接把2只非洲猎狗吓走了。我不是在做梦吧？连狮子都不怕的猎狗，被主播一句话吓跑了。我笑着将地上的猎狗扛起，便回到了巨岩上。今天运气不错，收获100多斤的肉，不过明天就得抓紧时间把木屋搭建起来了。蔡坤看着我又开始烤肉，内心十分的郁闷。真的离谱，怎么感觉每次这家伙都能化险为夷呢？荒野求生第3天，为了防止夜晚动物们的骚扰，我竟然在树上建造了一栋木屋。原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了，半夜却被大量的蚊虫叮咬。我明早一定要找到驱蚊的物品。于是第2天一大早我就开始寻找，很快我就看到一个小家伙正在疯狂的挖地，我顿时一喜。这是一只蜜獾，也被称为非洲平头哥。这就是令无数动物闻风丧胆的平头哥吗？原来这就是那个头铁的动物了，好像说遇到狮子老虎都敢硬刚呢。没错，看样子它正在掏蚁窝，而蚁酸就是我要用来驱蚊的东西。随即我走上前，使出声音模仿技能进行交流。小家伙，这蚁穴和蚁卵归你，蚁酸归我，如何？没想到平头哥瞬间暴怒，啥都没干就想分走我的战利品，我忍不了啊！直播间观众们都看呆了，主播这是什么操作？难道在和平头哥沟通吗？我看平头哥都生气了，这下落雪糟了。下一秒，蜜獾猛然朝我冲来，我一脚将其踹飞。你这小家伙真不讲理！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吗？非要我动手？我摇了摇头，不再搭理平头哥，而是准备亲自动手挖蚂蚁洞。没一会儿，平头哥竟再次朝我冲来，不出意外，再次被踹飞。就这样来回攻击了10几分钟，这家伙竟丝毫不怯。这让我有点欣赏起他了。如果将这家伙收为宠物，不仅可以帮我守护食物，夜晚睡觉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帮我放哨呢。说着说着，我便挖到了蚁酸。此刻平头哥再次冲上来，我直接一个飞踢将平头哥踢在蚁窝呢。我没有恶意，只拿这一个，其余的送你了。接下来我回到了营地，观众们都纷纷好奇地问道：主播这东西真的能防蚊吗？我笑了笑回道：当然可以，蚁酸又叫做甲酸，就在蚁巢周围的泥土里。不过蚁酸对人体来说其实是一种有害物质，但是它会产生刺激性气味，蚊子都不敢靠近的。原来如此，今天又学到一点。接下来我提着木桶去河边取水，开始准备今晚的晚餐。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了打斗的声音。咦，这声音好像是上午遇到的平头哥。我拿起木棍悄悄靠近，发现老熟人平头哥正在被3只猎狗包围着。看来这3只猎狗是看上平头哥抓到的蛇了。这时3只猎狗同时发起进攻，一只猎狗去抢食物，2只上前阻挠平头哥，但平头哥竟直接挣脱束缚，朝那只抢他猎物的猎狗咬去，将猎狗吓得连连后退。以1敌3，竟然不落下风，直播间都沸腾了。昨天平头哥被主播一脚踹飞，我还以为他很菜呢，今天一看原来是大佬啊！平头哥加油，给猎狗一点颜色瞧瞧。而我却是很郁闷，本来还想英雄救美的，直接将平头哥收服，没想到这3只猎狗这么不给力。我摇了摇头，朝3只猎狗走去，一棍子抽在猎狗头上，另一只刚想逃跑，我又是一棍抽在他腿上，3只猎狗全部落荒而逃。平头哥见状，立马摆出防御状态。我笑了笑道：不用紧张，我对你的猎物不感兴趣，不过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我保证以后你在草原上谁都不敢抢你猎物。平头哥听得有点似懂非懂，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跟着你，以后就是草原上最靓的仔了？没错，虽然你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双拳难敌4手，要是今天5、6只猎狗围攻你，那你怎么办？这些我都不管，我只要当草原最靓的仔。一言为定，以后你就跟着我了。观众们都看呆了，什么情况？主播竟然真的能和平头哥交流？离谱啊！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秘密？